好像有族人的气息。天哪，咱们家门口居然有个人类幼崽！杀了还是丢出去？我捡的，当然就是我的崽啦。这小家伙不会是死了吧？说什么呢你？还不快把你的收起来，等会儿吓着他了。这是哪儿？我不是死了吗？小宝贝，你的爹娘呢？爹娘，师傅，不要！阿瑶，你要懂事。你小师妹是天命之人，是仙魔大战唯一的契机。为了苍生，只能献祭你的灵根剑。我没有爹娘。那太好了，我做你娘吧。你不觉得你跟我们很投缘吗？而且我们家都是儿子，还没有女儿。哥哥们虽然闹腾了点儿，但都很想要个妹妹。若是他们敢欺负你，我就把他们都杀了，好不好？我最疼孩子了。是疼孩子还是让孩子疼啊？阿娘，爹爹。这人类幼孩也太可爱了，没有坚硬的鳞片和锐利的爪牙，更没有周身的剧毒，一巴掌也拍不死人，比我那3个小可爱使的儿子强多了。跟阿娘姓好不好？以后你就叫桑鸟了。好软。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小棉袄啊，这就是我平日里作恶多端的福报啊。等瑶瑶醒了，得让她熟悉一下这个家。不行，咱家太简陋了，要不炸了重建吧。可是咱们现在是凡人的身份，把家炸了不就暴露了吗？那好吧，只能先委屈一下瑶瑶了。这是我们家的千年槐树木妖。千槐树。家里来新人了。这是我们家养的鸡，快叫啊！阿妈，哥哥们呢？妖魔鬼怪有什么介绍的必要吗？你二哥在山里除草，三哥在外面给人打杂，大哥在外给人治病，应该快回来了。白发灰毛，你是谢家那位？知道还拦，浪费时间。快停下！这可是我们宗门数百年的基业啊！基业，现在是我放烟花的基业了。怎么上来就打人啊？太没礼貌了吧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打劫的呗，这都看不出来。行了，业绩达标，跟你们掌门说，宝物我替他保管了啊，不用谢。好朴实的一家人啊，这就是我所追求的远离仙魔的凡人生活啊！瑶瑶坐在这里等着大哥哥回来。怎么了吗？总不能说怕你一个崽杵在这儿被你大哥一剑劈死吧？儒雅的爹，温柔的娘，好期待哥哥们是什么样的。人族的气息。阿苍回来啦！大白天见了鬼，他疯了吗？这是你妹妹，亲的，刚生的。我是离开了5个时辰，不是500年。给你多个可爱的妹妹，你还不高兴啊？瑶瑶，叫大哥。大哥，想玩过家家也得有个限度。你们认的孩子与我无关，失落什么？以为自己是什么万人迷吗？人人见了他就得喜欢，你们最好看好他，别来烦我。能不失落吗？这跟我想象中成熟可靠、憨厚老实的大哥形象完全不一样啊！这完全
脸了，唉，愁得慌啊。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发色的人。上一世曾听闻沧州谢氏的少主白发灰眸，如神仙中人。好在大哥的眼珠子不是灰的，不然真给我吓一跳，以为误闯天家了呢。阿娘，爹爹，大哥的发色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少白头，你大哥他得了病。666还能这样？这是打娘胎中便有的，因此性子也孤僻，不习惯与人相处。方才那样已是常态了，并非是不喜夭夭，这都是小事，打一顿就好了。饿了，我去做饭。爹爹，阿娘在高兴什么？大概是戏瘾犯了吧。孩儿他爹，过来一下呗，出了点小问题。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吧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也别闲着。我其实是还没睡醒吧。阿娘好厉害，厨艺好好。确实厉害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去趟凡间。把从仙门抢来的那些宝贝卖掉，从酒楼买来了满满一桌子的菜。偏生这不知道从哪来的丫头，也是个蠢的清新脱俗的，还信以为真了。瑶瑶要是喜欢，以后阿娘天天给瑶瑶做。看来以后老三得多打点杂了。谁在想我？瑶瑶根骨如何？冰系天灵根，天生剑骨，当真是个天才。这等资质能被你们在门口捡到，多半是从上灵山的队伍里逃出来的。要是仙门寻来，可是个麻烦。阿苍说对了，天绝宗的人来了。来了就更好了，要抢才有意思。将他们引走，我不想再有人来打扰我们一家。全杀了应该就行了吧？你脑子里怎么一天光想着打打杀杀？把他们变成傀儡，不就解决了？不是，你从哪来的丹药？谢家出品，保证药到命除。我看你们谢家比魔域更像入魔了，都把我儿子变成救人机器了。你确定不是随他娘吗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哑巴。对了，有灵根是不是不能修魔道啊？不然呢？但我一个魔尊之女，你一个被逐出家门的邪修，从哪知道该如何修仙啊？总不能教孩子如何徒手捏碎金丹，或者禁锢元婴，来让对方永世不入轮回吧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瑶瑶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。实在不行，让他大哥回来的时候顺便绑个长老来，反正谁教都一样。好主意啊！瑶瑶，该起床啦，阿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哦。这粥也太豪华了吧！不对劲，我怎么吃个饭就突破了？阿娘，这食材是从哪儿来的？家里先前救过一位仙长，说救命之恩不能不报，非要我们收下。啊，对对对，瑶瑶，阿娘带你去看看家里的粮仓吧。老天奶，我看见最夸张的老钱了！这些都是那位仙长所赐，多到我们都吃腻了。好在是有灵气的食物，不似凡间的蔬果这般易坏。这仙长到底是何来历呀？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仙长还留下来几沓厕纸。这厕纸该不会是功法吧？等等等等，就是这个。这
这几个火柴人摆的是什么动作啊？我怎么完全看不懂？这应当是修真界的功法吧？你有灵根，试试能不能用上。阿娘，你是怎么知道？昨夜有天绝宗的人来村里寻人，说他们丢了一个从凡间选拔的有灵根的孩子。那个孩子是你吧？是我，你们要把我交给他们吗？这几个老道都出来时，为什么还不肯放我一条生路啊？怎么会呢？你是阿娘的孩子啊，母亲是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的。阿娘，正是猜到了你是那孩子有灵根，爹爹和你阿娘才连夜翻箱倒柜，给你寻来了那仙长留下的功法。原来去宗门烧杀抢掠叫翻箱倒柜啊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到底想没想起来？我血，二位大侠饶命！搞定。你仔细瞧瞧，这功法可能用。爹爹，爹娘不过是普通人，哪能接触到上品的功法？修真界中便是散修，也是要为了下品功法打破头的。这功法是爹娘的拳拳爱意，一定能用的。那个，我悟性太低了，只学到了第4式。悟性太低，难道不是吗？功法不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学的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以本为单位吗？你们修真界卷成这样了！你觉得我能理解吗？我可是邪修。那个泱泱，要不咱先歇会儿，去找隔壁家的二狗玩会儿。他是个散修，说不定能解答一些关于你修炼上的问题呢。二狗哥，你的熏玉可以借我用一下吗？这就是皇女殿下的养女，我可得罪不起啊！上一世天灵根的小师妹被天绝宗找到后，整个修真界全都炸开了锅，不知道这一世怎么样。天杀的！谁把本宫门和树和臭冰鸟一起偷了？你有本事就一直有本事吧！不是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些事上一世都没有发生过啊！不好！哎呀，妹妹，这些信息不准的，都是别人恶意造谣的。这便宜妹妹，冲着魔界的杀手一口一个哥，哼，喊的倒是亲热。阿苍回来了，快去接瑶瑶回来吃饭。他这么喜欢喊陈二狗哥哥，干脆让他去陈家得了。咋啦？吃醋啦？我吃醋？我会吃他的醋？那算了吧，我去接瑶瑶，顺便把二狗喊来一起吃饭吧。等等，还是我去吧。我的衣服，陈二狗，这么脏，我真不想要你了。糟了，忘记自己现在只有炼气5层的实力了，灵气要抽空。大哥，你别死！我不往你身上抹泥巴了。阿娘之前说你体弱多病少白发，我还没信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这兄妹俩真好玩。阿娘，村里有铁匠铺吗？我想要一把自己的剑。瑶瑶想要什么剑，让大哥给你弄一把回来就好了呀。那还是算了吧。你不信我能办到？哪来的敏感气？要是阿苍觉得麻烦也无妨，
明日我叫二狗去就是了。二狗也挺喜欢瑶瑶的。哼。这是什么？不是要我带把剑吗？看看这上面有没有能入你眼的。这不是弦月吗？我上一世师傅的本命剑。说吧，想要哪个？大哥，我要是有你一半的自信就好了。气死我了！这个小不点居然敢质疑我！不就是几把破剑吗？我堂堂谢家少主，动动手指头就能弄来。除了他，你随便挑。那我要是就要他呢？阿苍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你又发什么疯？不能强有剑灵的剑。为何？你希望你妹妹练剑的时候，剑灵突然蹦出来说：“歹大胆妖魔，吃我一剑吧！”那你想怎么办？母皇的宝库中有一把神器，是上一任魔尊的佩剑，剑灵还在沉睡中，我们先抢来给瑶瑶用。确是个好选择。阿娘，一路顺风。等阿娘回来，给瑶瑶带好东西。从今日起，便由你去哄你妹妹入睡吧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那不然怎么办？我又不会哄小孩。要是等他阿妈回来发现瑶瑶睡得不好，还不得宰了我俩？难道我就会哄小孩吗？熟能成巧嘛，而且这样还有助于促进你们兄妹俩的感情啊。真是服了你了。就这睡眠质量还需要哄睡？大哥，我会治好你的。这小屁孩。我打不过一只鸟。爹爹，我打不过一只鸡，我是不是没救了？要不咱把这只鸡送去宗门修炼吧，别耽误了孩子。别伤心，是那只鸟太强了，打不过很正常的。真的吗？假的，另一只你也打不过。我再也不跟大哥玩了。你嘴巴咋跟淬了毒一样？至于吗？先别笑了，我感觉到谢家的人来了。怎会？这不正常吗？那帮人隔三差五就来骚扰我们，我去会会他们。大概3、4天，你照顾好瑶瑶。照顾孩子3、4天。不是，要会这么久吗？等等，我不会做饭啊！吃吧。大哥，我们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你准备趁爹娘不在家把我毒死？我做了很久，你真的不试试吗？全杀人根本嚼不动啊！怎么样？很好，非常有风味。真的？不是，有这么难吃吗？我倒要试试，真有这么夸张？
那个大哥，你说的下馆子就是在这儿？对啊，这里的饭还不错。我的妈呀，大哥！就算是长老的亲传弟子，也不能直接把亲人带到宗门里呀！何况他还是个外门弟子。这大哥不止身体很好，脑子也很好吧？大哥，我应该不能进去吧？跟紧我就行了。大哥！大哥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打架比较凶，所以他们都怕我。我怀疑你在忽悠我。感觉800年没这么饿过了。真爱降临。这就是剑尊的亲传弟子啊！气质果然非同凡响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未见过你？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？是不喜欢我吗？可是大家都喜欢我哎。没有喜欢你的义务哈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跟你聊天，没有逼你的意思。你怎么这么没有教养？你怎么这么没有教养？他身上没是混进来的，把他赶出去！你最好管好你的小跟帮们，不然我会不客气。谢哥哥，谢哥哥，救救我！谢哥哥，谢大哥，你认识他？我不喜欢你唤我大哥。大哥的，都把我叫老了，就不能叫哥哥吗？果然，谁都逃过主角光环吗？我只是想有人真心疼爱我。今日是谢苍，那明日会不会是阿娘和爹爹？谢哥哥，你不理我，这位姐姐是你的谁啊？为什么叫你大哥？我跟我妹妹说话，你说什么话？不是，这剧情发展不太对吧？二师兄，就是他们欺负我。我看你们是活腻了，居然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欺负小师妹。哦，是吗？你刚刚说谁活腻了来着？哎呀，你看你又急，我们刚刚跟你开玩笑呢。快跟那个小奴娘道歉！我的天呀，大哥，明明我才是挨打的那一个，好吧？不是，这还是我那个体弱多病的大哥吗？我这妹妹胆小，平日里不能受到惊吓。今日被扰，那个谁惊扰到，我希望贵宗能给我个说法。那个谁，他居然称呼我为那个谁？我不是万人迷吗？居然会有人不记得我的名字！方才那些欺负我妹妹的人，我不希望再看到他们。到底谁欺负谁啊？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哎，大家放心，我绝对会把那些人处理得干干净净。我给你出气了，有没有开心一点？开心呀，我本来就没在意他们。是吗？可我怎么感觉你看到他们的时候，眼里有恨？那大哥你呢？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是家族的信物。父亲生在修仙世家，因为是凡人被逐出家门，但我有灵根，谢氏惜才，我才得以拿到这块令牌。就靠一个信物就能让他们这样？狐假虎威罢了。我生的与那家的少祖有几分相似，且都是白发。那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原谅我什么？当然是你不让我叫你大哥的事。我什么时候说不准了？我只是觉得叫大哥显得我很老。那我叫什么，哥哥？
那二哥、三哥回来了，我分不清怎么办？你分得清我就行。至于其他2个弟弟，直接去死吧！不可淋雨。但是很舒服哎。哥哥，反正爹娘也不在，你不要这么死板嘛。我好歹也是修士，淋这么一会儿雨不会怎么样的。不行。若是爹娘在，他们兴许是会拉着我去采水塘的。刚吃完午饭，昏昏沉沉的，只想回屋睡觉。平日里几步的路程，现在看起来却格外的远。往日去天绝宗是为了避开母亲和桑苗，但现在母亲回了魔界，只能由我来照料妹妹，一时抽不开身，也少了几分清静。有人吗？开门啦！哥哥，快去开门，好像是二狗哥哎。很好，想和我抢妹妹的蠢货送上门了。今日该带着小殿下去何处游玩？他想杀我！是谢父子拜托我在他走之后照料桑鸟的。父亲年纪大了，忘性也大，今日还有我在家照顾小叶，不需叨扰街坊邻居。是不虚还是不愿？瞧着他前几日避着我和桑鸟的样子，也不像是兄妹情深的模样啊。现在这古怪的样子，难道桑鸟呢？桑鸟还活着吗？你是不是把他杀了？你疯了！二狗哥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今天中午你们家做东坡肉可香啦，我闻着都馋啦。疯子，变脸变得比大街上唱戏的都快，瑶瑶一开门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我就知道你爱吃，让我娘中午多做了些，你回去热一热就能吃了，炖得可软乎了。谢谢陈姨，谢谢二狗哥。二狗哥，我们今天去哪里玩？去阴曹地府。你二狗哥，我今日性命不保啊！你今天真的很幽默。今天估计不行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家养的母鸡今天下午要下蛋了，我得帮忙接生。送完东西我就得回去了。还是正经事要紧，你快去吧。二狗哥今日古怪极了，怎么去接生喜悦的，像是逃出升天了似的。可能是他的孩子吧。哥，你不能这么说话的。怎么？你不能造的。我就说不能和陈狗多待，看看这脑子都快被同化了。不是说好的病弱美人吗？怎么力气能这么大呀？我要出去玩。外面下雨。我就是想去后山摘花而已，我撑把伞去一定不会淋湿的。不许！我哥怎么跟老妈子似的，管这么多？天天不许的，我都要大。但是我想去嘛，那明日能去吗？后山的灵草这2天就成熟了，可不能被人抢先。谁陪你去？哥哥陪我去。但是鸟妖，你有很多哥哥，同村的，还有那2条没出现的，明明有我就够了。但是哥哥只有一个，所以哥哥愿意陪我去吗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我还想要玩玩驯育。在看什么？我能看看吗？
听说天绝宗那个小天才修不了苍生道啊，有没有天绝宗的人脉来唠唠？这脑子里向来只有吃喝玩乐和修炼的小猪仔，脸上竟然呈现出如此复杂的神色，这表情复杂到简直有点像物种突变了。这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个人，叫什么来着？完全想不起来。哥哥，苍生道是什么？哇，上面说了，修了这个苍生道，就是未来拯救世界的人选啊！上一世我修的就是苍生道，原本是宗门的希望，但应招来了之后，几乎所有人都极其强硬的要求我把功法还给他，他们全然没想过我没了功法该怎么活下去。这一世我不给他当垫脚石了，但你们那个所谓的救世主也并没有修成啊。这不是无情道，是美化过后的说法。真正的苍生道早就已经失传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苍生道和无情道怎么能直接画上等号？当一世修行越是后面，我越是匮乏的情感浮上心头。最为亲近之人，我能感受到的其实也只有彻骨的痛，连满腔恨意也是重生后方才涌入。天哪，我上一世修的竟然是无情道！无情道不好，我觉得上辈子的自己膝盖中了一箭。这不是说是大宗门最好的功法吗？为什么不好？容易出恋爱脑。啊！我不明白无情道和恋爱脑怎么能扯上关系。天天看画展子，不知道主角一般都是无情道，需要杀妻正道。你要是个恋爱脑，会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。能怎么办呢？不过就是把对方杀了，死得悄无声息，不被妹妹发现就好了。天绝宗的弟子应该都被警告过，几乎没有人在这个帖子下面蹦跶，算是给应招留下一点面子。其他帖子基本都和东极秘境有关，一些较为低等的秘境随时开放，难度低，资源少。而像东极这样的大秘境，进入其中的弟子需要进行严格的选拔。上一世东极秘境开的时候，我还没到筑基期，自然是错过了。但听应官父说，那一次的秘境仙门派去的人几乎全军覆没，好像是围剿一只妖兽时出了意外。后来再开的时候，我都已经进丹期了，也并未见过那传闻中杀了无数仙门弟子的九尾天狐。哎，对了，阿娘说二哥还在秘境里，他现在在哪个秘境啊？不知道。他还是你亲弟弟吗？这都不知道吗？我又没办法决定谁是我家人，更何况面对花莲这样的疯狗，谁能有亲情呢？不用担心他，死不了，不找别人麻烦都不错了。中大型秘境不是人人都能去的，小型秘境危险系数也不高。等我有了筑基期的实力之后，应该就能把二哥救出来，大家聚在一起过个年啦。前世和应招在比武台上，我的本命剑拂晓即将刺入对方的手臂，只要中了，我就能赢下这一次的宗门大比，向所有人证明我日夜苦练后的结果。但事与愿违，比疼痛和失败更为致命的是本命剑的背叛。比起指责拂晓，还不如查查你们首席到底做了什么。私下品行该是有多糟糕，才会被本命剑背刺啊！年度最搞笑的场面每每诞生。这波摊了，应该留到过年的时候看的。天绝宗的首席早就该让应招来做了啊，又有天赋，人缘又好，应邀能赖在这个位置，到底为什么？关系户？怎么做这么晦气的梦？好命苦，准备和房梁用脖子拔河了。这一世拂晓应该得偿所愿了吧？战场上投敌的玩意儿，想想就觉得恶心。阿娘给我晒的被褥都被暴动的灵气撕碎，完全睡不了。上面还带着阳光和造球的味道，
一窝进去，就让我完全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但现在，全都没了。哥哥，收留我一下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做噩梦了，梦到我在外面打怪呢，身上灵气就失控了，把我冻得够呛，连娘亲做的被褥都没了。哥，你不信我？我倒是想信，但问题是那被褥不是什么普通的棉絮做的，是母亲在雪山之巅取了上品的雪蚕，又强迫的天一阁赶制而成，为的就是让他亲爱的女儿能在睡觉的时候也修炼冰系灵气。虽只是一床被褥，但也绝对不是普通的炼气期可以破毁的。你先睡吧，今夜我修炼。大哥是我见过最为之人了，但修为怎么还是如此抱歉？哥，你别给我渡灵气了，小心。体内的灵气今日格外的充沛温顺，甚至都不动手啦。去后山，去后山！要是那几株灵草生的不错，带去镇子上，还能给爹娘换一些凡人能用的丹药回来。跟紧我，小心毒瘴。哥哥，灵草拔完了，咱们去集市卖掉吧。好。我之前穷到自己都发笑的时候，也曾试过去画符，成功了，画的是鬼画符。炼丹也试过，成功把炼丹炉变成了武器。于是我就知道了，我估计是跟钱没什么关系了。掌柜的，你看看这些能卖多少？品质还行，但是太少了。这丫头年纪小，多半不识货，压价。这不是谢家的少主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听说他在屠戮了半个谢家嫡系后，只是在手腕间用捆仙绳绑上小乘大戒。妈呀，爸呀，还真有，真是本尊啊！哎，你说价？我哪知道值多少？我从没卖过灵草。炼气5层的废物怎么会知道这么复杂的问题呢？50颗灵石，这么便宜啊！上品灵石，不开玩笑，这能买我命了。上辈子的巅峰积蓄也不过是50个下品灵石，是不是卖的太便宜了？已经很多啦。我其实是想说50颗下品灵石的，怎么直接给了上品的？是不是给错了？没给错。真的吗？或许还是他占便宜了。你看他掏钱的速度，生怕是有人来和他抢。也是，唉，这么宝贵的灵草应该给哥哥留一点的，毕竟是他陪我摘的。哥哥，早知道这灵草珍贵，该给你留一点的，说不定能改善一下你的经脉和灵根呢。既然不舍得，那我们把灵草抢回来，好不好？杀人越货，居家常备。不行不行，哥哥，你要是被打死了，爹娘会难过的。而我和爹娘之间肯定也会因为哥哥的死产生矛盾，这不好。少主好像多了个妹妹，是魔族的皇女和谢，是他们的孩子。
没有听到过降生的动静啊。千年前被逐出的谢家的半妖谢逊颜勾搭上了魔族皇女，他们孕育了3个孩子，血脉中同时并存了仙医魔3种血统。谢氏血脉越纯正，天赋越高，最大缺陷是短命，6000年前只能与其他门派联姻。谢炫颜的半妖血脉让3种本该互斥的血统维持了平衡，就是不知道这个新生的孩子是怎么样的。身上没有魔角，也没有尾巴，但是有灵气，应该是人类啊。那谢家岂不是又多了个天才？真的是那2位亲生的吗？看起来长得不是很像啊，而且太正常了点儿，不够颠。要是不是亲生的，少主会这么好脾气吗？也是，要不是被少主勒令不许靠近，他们一定要冲上去挨个贴贴那个小姑娘，甚至有不惜命的。这群不要命的疯子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靠近妹妹。好浓郁的灵气啊，比刚才看到的丹药还要浓郁。要是价格实惠的话，让哥哥啃啃草也行啊。姐姐，请问一下，这支怎么卖啊？好有礼貌的乖宝宝，不愧是我们谢家的孩子。小妹妹，你出个价呗。给少了不好意思，给多了怕买贵了。哎，最讨厌自带价了。要不还是你说吧。1颗灵石，咋嫩抠？不过也不在乎这点钱。是买下整个摊子。哇塞，大哥，敢这么不要脸出价，我是不会陪你一起挨揍的。太好了，少主改行抢劫了，我们谢家终于没救了。没问题，小妹妹喜欢就好。我是仙2代，不差钱。哦，我要是也是仙2代就好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姐姐，我师尊过几日生辰，但我没有钱准备礼物。所以呢，说重点。我绝不能比师姐差。桑优都好意思1颗灵石全买，难道我还没她讨人喜欢吗？刚才那颗淡蓝色的灵草，你可以要回来，然后卖给我吗？我可以出2倍的价钱。今天真是无语妈给无语开门，乞讨不成改抢劫了。可以啊，而且也不用2颗灵石呢。换哦。要不是嫌惹上穷鬼宗门太麻烦，今天就不是挨顿揍这么简单了。我刚刚都让你别去别去，家家劫护别人买来的宝物，难道光彩吗？现在好了，害得我也挨打了。你也没阻止我啊！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自从他来了，大家都变了，就连我，好像也变得奇怪了。1颗下品灵石开盲盒，要不要？今天仙2代集体做慈善吗？日行2善，积积大大大德。那我也要吃吗？对。竟然直接吃草，妹妹以前到底遭遇了什么呢？跟小羊似的，还挺可爱。很好，我绝对没有做羊的天赋。想我了吗，阿娘的心肝们？看来这里有人不是很欢迎我们回来哦。阿娘，爹爹！我看起来和他们3个真是格格不入。过来一起吧！阿娘爹爹，你们不在的时候，哥哥把我照顾得很好，我有全世界最厉害的哥哥。
真是个容易满足的笨蛋，居然觉得一个武林根废物最厉害。瑶瑶拿着，这把铁剑是阿娘给你带的礼物。这是不是整得太磕碜了一点？母皇也这么说，但他自己也干了。我曾经撞见过前任魔尊对上了前任剑尊，我至今仍记得那剑出鞘的声音，几乎像是可以弹。嗜杀的魔剑并不护主，肆意的在战场上穿梭。原本还势均力敌的对决，因为他的加入变成了一边倒的局面。即使是名扬天下的拂晓，也在这魔剑面前黯然失色。当时我便觉得可惜，好剑位于良主，没想到阴差阳错间，他竟落在了天生剑骨的女儿手里。你这次去没挨打？怎么，你很希望我挨打？阿娘，这把剑是不是上过战场，所以才是这个颜色？是啊。谢谢阿娘，我会好好对她的。我要叫她嗜血。嗜血？嗜血？他还真是有一种误打误撞的潜质。不过，你对这把剑是不是太爱惜了一点啊？不管是吃饭、睡觉，甚至是出去玩，他都得抱着那柄剑。有一次，我甚至还看见妹妹对着他说话，吓得母亲以为是剑身里的剑灵苏醒了，急忙去查看，结果封印一点没动静，纯粹就是桑瑶在自言自语。这就是剑修吗？哼，我觉得跟剑修没什么关系，这简直就像是被这邪剑蛊惑了。其实挺可爱的，但前提是我妹妹是清醒的、自愿的，不是被一把破剑诱惑的。谁呀？不认识。剑修整日剑不离手，看起来像是中邪了，正常吗？很丑、很脏、很难看，但是妹妹很喜欢。这很难理解吗？本命剑就是剑修的老婆啊！能不能审题？那是我的妹妹。剑灵不是老婆，剑灵是情敌，跟这帮剑修没法沟通。你拿着那个做什么？对了，忘记给你妹妹买一块熏玉回来了。等等，给我一个理由，阿苍。妹妹要是有了熏玉，整日就只和别人聊天，绝对不会再主动找我了。会玩物丧志，要是整天都和别人聊天，都不会专心修炼。那又怎样？外面的坏孩子会带坏妹妹。外面的坏孩子竟然能比我们坏吗？拂晓剑今天也没认主吗？这剑这一世怎么也该在应昭手里吧？怎么可能还没认主？上一世和我花了1周的时间就滴血结期了。若是命运的洪流不可阻挡，我只能向前。就算哥哥的外母家好像很有权势，但那些大家族都是公立的。现在他年纪小，还能念着血脉亲情，再过几年就不能狐假虎威了。所以我只能努力修炼。够了，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。放开我！我要进来！真的很爱哭，小哭包。我没事，哥哥。桑鸟，你有事。5岁之前的事，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这个不重要，哥哥，我都不记得了。他们既然不要我了，我也不会对生身父母有不该有的期待。重要的是，现在我很开心。那就好，家人永远会是你的后盾。桑鸟，你不用这么拼命。是吗？
但是哥哥，我担心你。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体弱多病，天赋不好，脾气还差。要是以后家族不庇佑你了，你在外面被人欺负怎么办？所以我得快点强大起来，保护你和爹娘。谁？我吗？这话说的既好听又难听。唉，你不是还有2个哥哥吗？他们会保护我们的。哥哥们天赋很高吗？可是爹爹说，他们一个被困在秘境里，一个在外祖家养伤。没错，你三哥是天才。3界9州的天才我基本都认得。他叫什么？谢冕期。明明日向同分暗，杳杳鸡笼子勿悬。瑶瑶，你瞧，我们的名字都出自一句诗呢。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。是哪2个字？难不成是谢明期害妹妹成了孤儿？这2字取自窗明几净啊，是父亲取的，说是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希望三弟可以把家里打扫干净。爷呀，大爸，有你这样取名字的吗？爹娘，之前我怕妹妹想不开，就编了个瞎话，说咱们家其实还有个天才弟弟。桑鸟见到天绝宗的人很怕，我怀疑他有事瞒着。娘娘哭了，一定是那2个坏孩子，在我们不在的时候，欺负了我可怜的女儿。他们叫什么？我要杀了他们！阿苍说了，袅袅是看见他们第一眼就害怕，我觉得可能是与他那5年的记忆有关系。杀？很好，他现在已经完全听不见人话了。会杀的，会杀的。但现在重点是要把苗瑶会这样的根结找出来。童年的创伤会跟随孩子的一辈子。是应昭和季雨城。季雨城我有些印象，是安来州季家的孩子，拜在了剑尊门下。至于这个应昭，童年是什么？一起杀了？是和袅瑶一同上山的弟子，被剑尊收为亲传弟子了。要是我们喵去了，还不一定是谁被收徒呢。他的顶流癌又犯了，只要是资源，哪怕不需要，他也觉得该是我们孩子的。所以在天绝宗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脱身的？我出示了谢家的信物。我不是告诉你要小心一点吗？要是杨眼发现了我们的身份，你就去秘境里和花灵一起待着。和那只社会化失败的狐妖待在一起，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母亲，我糊弄过去了，瑶瑶没有发现。完了，我们的瑶瑶是弱智。但就算是重来无数次，我也依旧会选择这么做的。谢苍，你是要毁了这个家吗？我只是觉得，如果尽力隐瞒代表着要让桑远受委屈，那我恕难从命。要换作是我，我能直接把他们逐出人迹。我只是抑制不住的害怕失去他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先去把那个罪魁祸首杀了吧。阿娘，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傻孩子，阿娘是一整夜没睡，昨晚和中了邪似的，想去杀人，结果迷路了，想冥冥中有什么贱东西在阻止我。那个叫应昭的小孩不对劲，在他气运消失之前还不能杀。老师，那我家瑶瑶可怎么办啊？只能让谢运言连夜开炉给他炼足丹药，务必做到磕着药任由打，都毫发无损，等我杀来。对了，阿娘，你这次去外祖家，外祖母喜欢我的礼物吗？当然，她特别喜欢，差点没把我的腿打得把护膝缝上去。不过母皇就是口是心非，最后还不是收下了。哥哥说三哥是个天才，阿娘这次去见到三哥了吗？三哥生的什么样？糟了，我有点脸盲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有。阿娘，要
要是没有这些的话，应该也不是人了。他确实有点拟人。好吧，等三哥回家，我要看看有多拟人。糟糕，我好像忘记说了，谢明熙那小子说苗妖的名字和他很有缘。我很期待和妹妹的见面呢，母亲，我一定会好好玩她的。于是他现在被母皇关了禁闭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。终于进阶到炼气6层了，我竟然被心魔缠上了。这就是我绝望的一生。一想到这种东西毛马灯的时候还得再看一遍，就真是地球竖着转，赤道大变了。我们养燕真厉害，这么快就进阶了。奇怪了，我的心魔跑哪里去了？嗜血好像不只是一把普通的受损铁剑，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情绪。他好像很饿，我竟然能从一把剑身上感受到饿这个状态。呵呵，大馋丫头，是不是你饿了？嗜血，你饿不饿？吃不吃糕糕呀？天哪，小殿下实在是太可爱了。为什么要知道一把剑在想什么？你不懂剑，更不懂剑修。每一把剑都有他们内心的渴求，渴求的来源可能是工匠锻造他们的原材料，工艺，他们所经历过的战场。难怪前世佛小喜欢宝石，原来是出身名门的缘故。那陈姨，你看看我的剑，他可能喜欢什么？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能划破我元婴期的防御！嗜血，你这个坏孩子！对不起，陈姨，可能是我把剑的太锋利了，你的手没事吧？还有刚刚那些血，嗜血是把它们喝了吗？看样子嗜血喜欢的就是喝血了，等着我去拿点儿。这里面是猪血。好消息是，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嗜血喜欢什么。真是暴殄天物，猪血我也是爱吃的。好，我们嗜血其实是香香软软的小蛋糕来着的，为什么不吃糕点呢？陈元气让我幻视自己其实是个失败的母亲，有没有什么人不能吃的血？你爹爹那儿今日可能会有。可爹爹今日不是在招待亲戚吗？我甚至都没看见那几个亲戚长什么样。现在可能是他们来招待你那香香软软的小蛋糕了。可能是妖兽血。真是不明白，修士为何要选择来到凡间隐居？不过千岁就带着妻子躲在这里，家主为何会忌惮此人？我们是花家的人，论辈分，我们算是你的长辈。家主派我们来问问花棱在何处。是我离开花家太久的缘故吗？为什么还有人会在我面前摆长辈的铺？我只知道他在秘境里还没出来，不知道具体在哪。敢问诸位，寻犬子是为何？家主缺一个继承人，你儿子有福气，被家主惦记着，快点去把他从秘境里叫回来，我们可以让他认祖归宗。花家600年前被我灭过一次门，现在活着的都是当年不配成为我手下亡魂的玩意儿。但是孩子可能不愿意啊。我们为人父母的，不就是想看到孩子们开心快乐吗？哼，你这道貌岸然的唬谁呢？要是你们不想认祖归宗，会让你儿子姓花吗？真是夏虫不可语冰。我只是想让孩子随母亲姓而已。谢家和魔皇都不接受毛茸茸的外孙。我刚刚看见了你支走你的2个孩子，如果你不快点说出花灵的下落，可就不要怪我们杀害无辜的孩子了。
一个孩子换2个孩子，你应该知道该怎么选吧？花家就应该全部都去死啊！太好了，各位，你们这无用的一生，终于有用处了。我是你亲人。虽然你们想伤害我的女儿，但是念在你们能喂饱她的剑的情分上，我就不追究了。夫人，救救我们！你丈夫疯了！谢谢你，我也觉得他疯了。谢行言，看看你把我们家弄成什么样了！直接杀了，把尸体丢到你那炼丹炉里火化了不就好了？非要搞得家里全是一股子腥臭味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这婆娘疯的男的还厉害。是阿苍说让我备点血给袅袅的剑。原来是这样，小女不懂事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我这个当娘的就提前替她谢谢诸位的奉献精神了。魔鬼，你们2个魔鬼，你们死后会下地狱的。地狱？你们怕是不知道，地狱也归我家管啊。哎，我养的真好。你昨天不是说想喝蘑菇汤？阿娘今日给你采了点回来。阿娘真好。苗瑶这样看起来好像小动物，她不会有妖族血脉吧？父亲，您疯了。你弟弟上次说很快就从秘境出来见瑶瑶，怎么现在还没有个人影？他本体是小狗，肯定和瑶瑶很玩得来。您最好期望他不要在妹妹面前露出原形。没有哪个人类小孩能接受一只九尾狐是自己哥哥的。是吗？那如果你弟弟在妹妹面前露馅了，你会怎么做？大胆狐妖敢冒充家人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诛。你这话说的，显得你还挺正义的。妹妹是个颜控，绝不能让那2条疯狗享受到妹的偏爱。回头还是帮他们毁个容吧。哪来这么多的妖兽血啊？爹爹，你家亲戚真的好大方。毕竟许久未见了，是得偶尔联络一下感情。只可惜是一次性的消耗品。下次不知道还有没有好心的亲戚了。一把剑对血有欲望，多少有点邪门。要不算了吧，师雪，我们啃啃零食都好啊。论坛上那些吸零食的剑都是败家子，我家师雪这么懂事，喝点血怎么了？他们剑修确实很恐怖，这样会动摇封印的吧？都怪你们，自顾自的就把血放好了，我都忘了还有封印这件事。实则不然，就算我们不答应，等夭夭回家跟你说一下，你也脑子发热做好了。我们只是在帮你减轻负担。你想做鬼修了是吗？其实封印早就有些脱落了，我们可能都小看了天生剑骨对于剑的吸引力。那魔剑很喜欢夭夭啊。等他恢复了力量，我们也不用担心夭夭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受委屈了。剑灵要是恢复意识，会不会把我们的真实身份告诉夭夭？可能吗？其他剑灵戳穿我们，可能是为了除魔卫道。哼，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？他自己难道就光彩吗？我们担心的是，瑶瑶知道真相之后远离我们。他只会比我们更害怕。不老实，就再封印了丢去魔剑，魔剑不足为惧。现在反而是快回家的花龙比较麻烦。孙悟空3打狐狸精，我记得是白骨精吧？为什么有狐狸精？哥，你是不是买到赝品了？是吗？狐狸精确实比白骨精可恨一点。
狐妖下山后，霸道妖王。这是妖族写的吧？他们不管的吗？为什么要管？会影响名声吧？你看，修真界和魔界就没人敢把仙尊和魔尊写进去啊。哼，他倒是乐于把自己的名声毁了。什么？细说。妖族很重视传承和血缘，妖王如今没有成婚，膝下也没有子嗣，长老们一直在催，把名声毁了，可以阻挡长老。计划成功，前世妖王100岁也没成亲。哥，狐妖招你惹你了，你在这携带私货呢。只是为了让你认识到，狐妖都不是好东西。唉，我听镇上说书的说，之前妖界的天狐一族被灭过门，导致现在狐妖也少见呢。哼，天狐一族被灭门，也是给花灵那小子整成珍稀物种。养灵兽太低级了，我只要闭上眼就能养神了。仿佛看上一眼都要被。我美貌的今天更漂亮了。吸收了这么多妖兽血后，嗜血的情绪变得更为清晰了。就比如现在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别扭，真可爱呀，真可恨啊！掌门和师尊正在商量拂晓的去处。大师兄说我会是师尊的关门弟子，万剑中最有名的灵剑拂晓也会成为我的本命剑。我本该有完美的一生，但事情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。我的身份从原本的关门弟子变成了亲传弟子，师兄们劝我不要在意，但这怎么会一样呢？若是下次选拔，我就不是被所有人宠爱的小师妹了。甚至有时候我总觉得师尊对我是不满意的，他好像真正期待的是另一个人。可这样可怕的念头，我不敢和任何人说。再就是拂晓，我从没想过灵剑的剑是。我是木系天灵根，天资卓越，当然是第一人选。明明我和拂晓剑相处融洽，师尊也夸我剑道天赋高，但他偏偏就是不愿意认主。拂晓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掌门师叔和师父在里面，一定是讨论把你带走的事。我不想离开你。并非是我不喜欢你，昭昭，惊动了掌门和师尊，实则是他们在给我下最后通牒。我必须做出决定了。抱歉，但我还是觉得，你能在万健康寻到更适合你的灵剑。他向来善良，兴许是现在实在太难接受了。最好不意味着最适合，剑修和本命剑本就是互相选择的。那要选谁？是师姐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应该知道，这样的对我没用。所以我不是你啊，我是在求你，你一定要让我去吗？就算这次去不成，那下一次呢？你能一直跟着我吗？难道就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吗？不愿和应昭结契。好，我方才就与师弟在商议此事呢，你们能达成共识自然最好。我与拂晓有话要说。在新弟子入门前夕，我曾梦见过一个女孩唤我师尊。我只是……我梦中的女孩不是影昭，那就是乌烈吧？不，我还在找她。9天之上的剑尊竟然会对一个梦念念不忘，他被人夺舍了吗？拂晓，在还未结契前，你还可以反悔。首席的身份，我想留给梦中那个弟子。至于应昭，我会补偿他。多谢剑尊好意，我意已决。拂晓大人，我方才遇到四师妹了，还未与您道喜，也算是终于寻到了命中注定的主人。知道了。那
好心亲戚留下的馈赠，才2天就被嗜血解决了，又要开始。上一世拂晓最喜欢各类璀璨的宝石，但我连灵石都没有，只能频繁下秘境拿妖兽法器去换，觉得自己简直是个但是嗜血不一样，我正发愁该从哪里搞妖兽血回来，他却轻轻蹭着我的指尖，像是在说不需要。他仿佛在说，能陪着我已经很好了。我家香香软软的小蛋糕太让人感动了，我要去后山试试运气。后山那里偶尔会有妖兽出没，正好去打点血。这把破剑在那老黄瓜刷绿漆，真是看不下去。苗瑶，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说法，你是剑修，可以帮我解惑吗？当然可以。他们说，本命剑就像是妻子，是吗？差不多吧，更准确来说就是一样亲密，就像是家人一样。如果本命剑是妻子，那本命剑的剑灵是什么？是不过还是分情况的吧。如果是在认主之后产生的意识，那和剑主应该会是最有默契的伙伴吧。但要是在认主之前，那就是和我抢本命剑控制权的敌人。听到了吗，破剑？你最好能一直装下去。但凡知道你有剑灵，他都不会再这么喜欢你了。又没打到妖兽啊，去集市上买一点吧。阿娘给你钱。小孩子家的，天天想着给家里省钱算什么？咱家只有爹爹在村里做教书先生，其余就没了别的进项。家里的鸡甚至还从来不下蛋，简直就是吃白饭的。不如明天我把家里的鸡提到集市上去卖了，换点能下蛋的母鸡回来吧。狗狗的！那可是3阶灵兽，我还指望着他们看家呢。算了，饶了他们吧。这些鸡可都是你爹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，他宝贝的很呢，你就别欺负他了。放心吧，你外祖家也是体面的家族，我上次去省亲带了不少零食回来呢。奇怪的很，怎么我爹娘是凡人，再往上一代都是修士呢？正因是修仙世家出了凡人，才会被逐出家族。我与你爹爹是同病相怜才走到一起的，好在我们运套好，几个孩子都有灵根，家族那块也不至于完全放弃我们。一边哭一边口齿流利的说话，总是给我一种在唱戏的感觉，应该是我错觉吧。误闯天家！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而且爹娘是凡人，平时也用不上零食，既然是给你的，就收下吧。外父家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很难想象，有什么家族会对被驱逐的后代这么大方？杀人越货。那他们自己不用开销吗？他们用不上。哥，拿上画本子，给我助眠。这次不许有和狐狸精有关的。睡前来这么一本无脑爽文，真是惬意啊！看入迷了。醒神，醒神！为什么这画板子这么憋屈？主角明明这么强，非要让反派蹦跶到最后，杀了他爹娘也不知道斩草除根的道理，任由反派修炼。每次要杀了反派的时候，就在那说废话，结果被反派逃了，最后竟然还被杀了。这本的框架有问题，为什么反派的戏份比主角多了10倍不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反派和主角认错了。这反派要是好看就算了，可这文里是个行将乌木的老头啊！哎，有没有可能，哥，你说的反派才是主角呢？你把主角当成主角再看一遍试试呢？我难以想象一个这么心慈手软的废物居然是主角。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心狠手辣的疯子居然被他当做主角。他到底都在带着什么？
反派隐藏身份，在主角身边做一个奴仆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呢。嗜血，快睡吧，快睡吧，都这么晚了，别玩了。在玩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阿母，就是嗜血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要死。那剑不老实。我刚刚想去看看鸟妖睡觉了没有，怕他熬夜修炼个子长不高，就看见了那把剑尖，想跟鸟妖告密。贱东西，怎么还不去死？里面还有不少，你捏着玩，捏了它们可就不能拆家了哦。我觉得正是因为那剑灵不敢出现，才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告密。要是有一天嗜血的剑灵跳出来说：“桑淼，你爹是魔头，你娘更是大魔头，你全家都是魔头。”淼淼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先干爆这个情敌的狗头，而且淼淼抗压能力还挺强的，万一就欣然接受了呢？那剩下的19999，应该欣然灭了你9族。听上去挺美好的。也包括你自己吗？对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可以共赴碧落黄泉了。我就不该跟你这个疯子说话。我不管，反正你现在赶紧让谢家去找合适的灵剑。你忘了吗？现在谢家真正掌权的可是我那姐姐，她不杀了我都不错了。你骗他说鸟妖姓谢，再把夭夭的资质说一说，他肯定觉都不睡了，也要去搜刮灵剑。好主意。从没觉得自己这么富裕过。今日大哥没跟来，因为爹娘找他有事，似乎是爹爹家族那边的事，但哥哥又坚决拒绝陈狗带我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和小姐妹一起来了。啊！有必要这么紧张吗？感觉他下一秒就要大喝一声护驾了。他们可能只是觉得我们好玩，没有恶意的。没有恶意，为什么要玩我们？哼，有时候我经常会为了村里的文化水平发愁。还没剥壳呢，水果不去皮也就算了，怎么瓜子也能带着壳一起吃啊？真是个馋嘴的妮子。这已经不是馋不馋嘴的问题了，这是铁嘴，是铁齿铜牙。你有没有不舒服？没有啊。人体的奇妙真是深不可测。老板，请问您这里有妖兽血脉吗？妖兽血一般是单修用来炼丹的，所以我们分成小瓶，方便控制分量。方便单修控制分量的同时，他们也还能多赚点包装费。让我多付那点包装费，不如杀了我！早就该来这里了。谢家的商铺哪都有，什么东西都有卖。为什么之前不来这里呢？桑妖，咋自家的产业都不支持一下？这是不是太贵了？就这家店吧，我是老顾客啦。是丹修长老座下的弟子顾谦，是上一世应召比较喜欢叫的那把，看着属实有些磕碜，跟我的拂晓完全没法比。找找你看看，有什么喜欢的都拿着，我来付钱。不太好吧？拂晓，我听师尊说你最喜欢宝石，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能看得上眼的？拂晓，拂晓，怎么了？我们在说给你挑选宝石的事。不必破费，这里没有我喜欢的。我认得他，之前在外门遇到过他，
我想和他做朋友，他不愿意，还推了我。最后等二师兄来了，非说是我的错，还让我道歉。他怎么能这样？太过分了！我总觉得他不会是这样的人。叽里咕噜说啥呢？的捞剑，捞还专捞穷人的钱，面对有钱人就什么都不喜欢了是吧？上一世拿1颗就觉得好看的是谁啊？还是我家世学好，还知道给我省钱。掌柜的，你们这腰还有多少？店里没有，但是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我们这儿的货物都是用传送阵从本家那儿运来的，店里不够的话是随时可以取的。算了，不好意思，掌柜的，用传送阵太破费了，我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，叨扰了。为什么太破费啦？还能为什么？因为没钱呗。没钱就不能买东西了吗？没钱谁卖东西给你？认得这个吗？我要他们手里的。没问题。我们有权决定买家人选。没有洋洋的眼睛好看，把妖兽也给我们打包起来，装在储物袋里送来。没问题。是我们先看上的，我们已经准备结账了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那要不你先结账，结完账我再次给你省钱了还不知道感恩，不愧是生嚼瓜子壳的狠人，果然是铁嘴铜牙。我在你们店里消费了这么多，你们就是这样对老顾客的？不是我们求着你消费的，而是没了我们，你都买不到想要的灵草。喜欢吗？回去我打一个穗子系在你身上，肯定很漂亮。剑尊说的对，我好像确实后悔了。我只是靠近这把剑就发出这么大的杀意，这绝不是一把正常的灵剑。这把剑邪性的很，我必须告诉那孩子。我们去别的店逛逛吧，我今天要买好多东西给诗雪。为什么我心里有点难受？说好的有时回家，要是晚一些，大哥估计就要着急了。等一下。阁下有何贵干呢？你的剑是从哪里来的？没有告知的义务。我并非是有意为难你，但你的剑不寻常。趁现在根基尚浅，还是尽早斩断契约，另择两剑为好。我乃天绝宗拂晓，请相信我，把剑给我销毁。就像是重开一世依旧躲不过命运一样。我管你是谁，大庭广众之下随意按一个罪名就能抢别人的本命剑，贵宗是不是太肆意妄为了点儿？你不要太过分，拂晓也是好心才帮你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你不要迁怒给无关的人。罢了，原是我僭越了，我们回宗门吧。袅袅，你和他们有恩怨，我可以帮忙哦。修真界并非法外之地，哼！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真的不能再待一会儿吗？我家里人会担心，但是留你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也会担心的。你给掌柜看的那个印记是什么？那掌柜的是我家远房亲戚，刚刚在陪我演戏呢。如果信了，是不是会显得我很蠢？
怎么会呢，娘娘？我阿娘说了，会装傻的才不是傻子。修真界扮猪吃虎的一大堆，而我是扮猪吃饲料。怎么效果看起来不是很尽如人意呢？可能是喝腻了。是不是不够新鲜啊？得打听一下更远些有没有妖兽聚集地。爹爹，最近的妖兽聚集地在哪里？我想去一趟。正好，爹爹要去秘境附近接你二哥回家。你若是愿意的话，秘境所在的那座山倒是不错的去处。可是爹爹，凡人是不是最好不要上有妖兽在的山，而且还是有秘境的地方？差点忘了我这凡人的设定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雇佣一些修士为我们保驾护航。那得花多少灵石啊？没多少钱，去卖剑碎的地方旁边挂一个招募的，50颗下品灵石就能雇佣到一个筑基后期的剑修了。不讲，爹，你今天话有点太密了。上次你阿娘不是给了你1袋子灵石吗？这么快就花完了？没有，就是那可是我的命根子。小守财奴，谁不是呢？你爹爹我就不是，我所有的资产都是由你阿娘保管的。是啊，所以出门还得我来结账。果然，不能花穷鬼的钱就是真谛。一个季度花他身上的钱抵得上天宗1年支出了，怎么还这么抠啊？搞不明白，那就是谢仓干的。真的只要2块灵石就可以护送我们吗？果然，便宜还得是我们这些剑修啊。其实我们平时在宗门接任务没这么低价的，主要是看你们孤女寡妇的，出门不安全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启程吧。离我远点，看见你就烦。你当我愿意看见你啊？要不是为了接任务，你看我搭理你。既然都是仇人了，怎么还一起接任务啊？因为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就连功法选的也是情侣间，分开了之后实力减半。不过没事，等到了元婴期就能另择功法了。恋爱脑没有好下场，小妹妹你以后有也注意点。和这样3观正的女修玩，没问题的。所以你们去东西山做什么？去接我儿子回家。你儿子居然在那儿？他是秘境里的修士？对，妖修怎么不算修士？哎，恐怕他儿子凶多吉少了。那东极秘境可是进去了一个元婴大妖啊，就连我们宗门弟子都死伤惨重。希望你们能平安找到家人吧。多谢吉言。这灵气有些熟悉，仿佛上一世也曾踏足过此处。那很晦气了，上一世我来过能是什么好地方？爹爹，二哥在哪里？神识覆盖了整座山脉，却没感知到花灵的妖气，兴许是隐匿起来了。山谷深处妖兽横行，诸位莫要再往里进了。多谢道友，只是我们受人所托，去寻他们的家人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祝你们一切平安。是剑尊和几位长老，秘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速将伤员带回宗门医治。师尊，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们宗门的？是弟子们在秘境中组队攻击了守护法宝的妖兽，没想到那妖兽已有近5阶的实力，2败俱伤。是什么法宝？往生莲。老祖已封住残年，闭关50载，冲击大成后期迟迟未果。往生莲能延年益寿，传说更有活死人骨的功效。这对于天绝宗太重要，必须靠老祖保住第1宗名号。
九尾天狐，难怪伤亡如此惨重。观弟子们的伤口，那天狐应当还未化形。若是能得了这未化形的九尾天狐做灵宠，这不是吾等能掌控之物。我将秘境关闭。应昭，你也先回去。我要和师尊在一起。不愧是您命定的弟子，这般亲近您。爹爹，二哥怎么还没出来？不会真的像他们说的？这让我怎么说？面前这条毛茸茸的畜生就是你二哥，真是儿孙自有儿孙祸。要不是他奄奄一息，真想字面意义给他两肋插刀。我好像记错了，娘瑶，你二哥不在这个秘境。父亲，这是我的分身，先随你回家。我要得了往生莲再离开。那只狼崽子趁我不备敢偷袭我，你帮我解决一下。又见面了，觉明。原来刚踏入此处的熟悉感，只因这是上一世我救你之处。丹明是主角救世路上重要的金手指，你当初不救他，他兜兜转转之下就会被女主所救。成为他身边最忠实的侍卫，是你的错啊，桑妖！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到底在气愤什么？现在把觉明带到女主身边，再诚心忏悔，你也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的。瑶瑶，真可爱啊，娘瑶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在做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在做什么？这对凡人妇女，竟让我觉得有些刺眼与熟悉。师尊，他看起来好像要死了，我们救救他吧。你要救他？是的，师尊，求您了。啊！师尊为何对他露出那种复杂神情？弟子刚刚看到他用剑捅了这小狼。你是在告状吗？我要为他出头，就自己拿起剑，但修士不得伤害凡人。凡人？他明明在外门用过冰系灵力。师尊偏心。应官妃这难缠家伙，我还得装凡人，真是头疼。你方才为何要伤他？我看他太凶了。你得与他道歉。我是正当防卫，我没做错。玄狼一族最为记仇，你承受不住他日后的报复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辛苦仙长替我们斩除妖邪了。爹爹干得漂亮。师尊，但是我很喜欢他，而且刚刚我看见了的，他都伤成这样了，怎么可能会伤害他们？不过是一句道歉，要不了你的命。我不。令乃未免太过顽劣。谬赞了，过奖了。若换平时我早走了，今日为何觉得不该离开？那便随我回天绝宗修炼，有宗门庇护，也可保你平安。我不喜欢修炼，修炼太累了，我志不在此。那你志在何方？探索美食的奥秘，领悟睡眠的真谛。但凡人寿命不过100载。修炼能给你更多时间探索奥秘。爹爹，主人贩子想把娘娘拐走。
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位仙长，我这小女儿家里宠坏了，胆子小，说话没分寸，人又娇气，离不得爹娘。我们也舍不得自家闺女啊，您看，要不再给我们点时间考虑考虑，等我们考虑好了，一定联系您。这是我的信物，若是你们考虑好了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这剑尊莫不是被夺舍了？赶紧拿了走人。师尊对他截然不同，我这亲传弟子竟是个笑话。怎么会有人的志向是吃和睡呢？明明师尊您教导我，修士就是要苦修磨砺身心的。他确实太娇气了。小嫣嫣啥时候回来啊？都有些想她了。乖女儿回来看到家里打扫的这么干净，一定很开心。二小子回来住哪儿呢？要是多盖一间，那这槐树就得挪位置了。要不还回去吧。这是在抗议。回去又要被那些小崽子啃老树，好不容易有了诗和远方，鬼才要回去当豪料啊！要不我们让一块地出来？一个正常的凡人可以1天之内就扩建出一间屋子来吗？一个不正常的神人可以。其实也不用扩建，在鸡舍旁边搭一个小屋子就行。这他爹的叫狗窝！阿苍，你看看呢，我怎么没看到阿岭？那只小白狗是你爹爹给养药的灵宠吗？那狗就是花灵。行了，都先回去吧。娘要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啊，娘，就是爹爹记错秘境了，我们没能找到二哥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对呀，二弟再怎么也不会败给那些宗门废材吧？萧冷还在等着往生莲分出一个分身回来，路上却被伏击了，所以他现在是没有神智。对的，跟一只普通的小狗差不多，多可爱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当时咬伤我就是还没开智的时候。嗨呀嗨呀，别说了。其实他还是很喜欢你妹妹的哦，刚刚回来路上没有意识，就一直蹭她。爹爹，为什么这狗一直在响？可能是因为它饿了。它现在这个样子不会伤到瑶瑶吧？没事的，瑶瑶身上很多防御法器，按照花灵现在的牙口，咬个100年应该能。100年就能伤到瑶瑶了吗？不是，是能把自己的牙咬断。怎么没找到二哥？爹娘看起来一点不着急，哥哥还在旁边幸灾乐祸，这还是我温馨的家、善良的家人吗？爹爹，二哥没回来，你不着急吗？没事的，你爹爹老年痴呆，忘性大，我们都习惯了。至于你二哥，今日传消息来了，说是被困在秘境里了，大概等过年才能回来。年底应该就能筑基。要是二哥再不回家，我就去秘境找他。得想办法留下老二啊！哎呀，多可爱的小狗！夫君，是你捡来给瑶瑶养的吗？到底是见不得一条生命就这样消失在面前。好看吗？也就一般般吧，主要是第一次看见。狐狸很凶，会咬人，你离它远一点。一只小妖兽难道能比玄狼还凶吗？当初我可是单手把玄狼锯在地上。要不小苍你今天带着它睡吧。不然放在我那儿吧。不行，这狐狸受了伤，你平时睡得沉，要是大半夜它伤口发炎叫起来，你不一定能反应及时。
哥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心虚的时候总是会说一大串话呢？神智全无，只剩本能，想把我赶出领地，懒得与你费口舌。连年龄也退化到了口欲期，元婴期法宝竟然就撑了半夜。想装乖阴我，小疯子，这套路我熟了100年。那就劳烦诸位看管一下他了。咕咕哒，你清高，你了不起。放心吧，他现在打不过你。太可惜了，怎么这么巧，让绝明跑了？大半夜不睡，爹娘看到又要唠叨我。哎，白虎怎么跑到鸡窝里了？这是院里最弱的人类幼态，不知死活，滚出我的视线！这人类竟敢摸我脑袋，看我咬死你！我还治不了你了，听话一点哦。狐狸尾巴是给配偶摸的，这小崽子怎么这么熟练？可恶！还好没有少，好歹是一起习武的情分，我还是很舍不得他们的。以后给我乖乖听话，听到了没有？之前买的丹药都在这里了，虽然很多白送的丹药我不认识，但免费的鸡蛋谁见了能不领一下？这效果也太好了！小动物应激很正常嘛，我简直就是他的救世主，立刻理解了纣王。好吃。太诡异了，这不是普通的人类小孩吗？他给我喂的不会是毒药吧？这俩天才真是江山代有神人出啊！你们昨天晚上为什么打架？唉，忘了这俩都不会说话，还是去找爹娘吧。这是发生什么了？昨天晚上醒来，看到狐狸跑进了鸡窝，我就把它带回房间了。结果晚上它和我的剑打起来了。没被吓到吧？野狐狸是挺凶的。没有啊，爹爹，它还挺乖的。
乖？谁乖？它没咬你。没有啊。真调皮，你这个坏孩子。乖宝宝。好诡异的画面，这打一棒给个红枣的手法太像训狗了。鸟鸟，你以前养过狗吗？算是吧。端明刚被我带到天绝宗的时候，非常难摸的，唉，还偶尔会让我觉得很命苦内耗。为了保住我本就不多的零食，为了不被挠伤咬伤，多花钱买丹药，我只能苦练出了一身的肌肉记忆。没想到这一世还能派上用场，当然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上一世经历的惨剧，这一世也同样发生了，只不过不在我身上。我照顾你一晚上，你就这么对我吗？外面的妖兽戒心本就重，更何况还是受了重伤的。要是驯服妖兽有这般简单，那人人都可以御兽了，不是？我是独一无二的，我对他好，他当然也要对我好。他若是再伤你，就交给封内的杂役弟子照顾便是。这种不通人性的畜生是养不熟的。曾经威慑妖界的玄狼一族，怎么可能是不通人性的畜生呢？昨日他看桑死复杂的恨意，令我都有些胆颤。我知道你心善，但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乌勒，师姐，你要不去劝劝小师妹吧？谁是小师妹？除了昭昭还有谁？你刚刚应该已经劝过了，他没听吧？与其在这儿操心，不如想想那妖兽到底是何身份，才让他这般不舍。你怎能这般胡乱揣测？谢娘给那白狐取名为花灵，怎么跟原书中覆灭了整个密州的恐怖妖修一个名字？花灵那可是原书中的大反派，最后被莫名其妙封印了，也有我一半功劳。毕竟那时候应召体内的是我的剑骨，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，我忽然觉得这个名字很不错，至少可应召啊。日子也是终于有盼头了，我会每天都盼着那把剑去死的。把我的尾巴都快削成擀面杖了，自己丑的要死，还见不得别人好。这秃毛狐狸怨气这么大，不会拔我们的毛吧？一下子别喝太多，对身体不好。哥，你说这种话的时候，像村里的老人家们。到时候不舒服了，别喊哥哥。那不行，嘴长在我身上，我喊了你别理我不就行啦？那不行，耳朵长在人身上。哥哥最好啦。桑鸟，你又把我当擦手间。又中招啦！他怎么不扇那个讨厌鬼？我能嗅到那男人身上和我近似的气味，我们绝对是同类，那为什么会被区别对待？我是个现实的颜控，这狐狸都斑秃了还想卖萌，丑剧！居然被区区人类拒绝，凭什么？你乖乖回窝里待着哦，我现在要休息了。花令，你怎么这么喜欢撒娇啊？你是想让我给你编毛？不行，你的毛没这么长。斑秃果然恐怖，把狐狸都逼疯了。
里又犯病了。想到桑瑶昨天好奇另外2个哥哥，我感受到了危机。狐狸都这样喜怒无常吗？他可能是比较特殊的那种。原来是个弱智，怪可怜的，在秘境里受了多少欺负，脾气恶劣也是为了保护自己。妹妹太善良了，这废物也能包容。不过我在眼里也是个废物。桑瑶，不用这么麻烦，等他毛长出来就好了。真希望花灵扑过来咬我，我在妹妹心里地位绝对比她高。以后请叫我滴心。不好吧，哥哥，这也是嗜血造的孽，我有义务补偿。是谁之前说嗜血很乖？一定是花灵挑衅你。清官难断家务事。我和你一起去。哎呀，不用啦，哥，村子里就这么大，你还能担心我走丢吗？那倒是不担心，毕竟最大的危险就在你身边。瑶瑶，这是什么？还是很可爱啊，为什么大家都一副见了鬼的样子？是我和爹爹在外面捡来的小狐狸，毛不小心秃了，所以想来问问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一下。有，当然有。我怎么幻视自己是收保护费的？哦哟，弟弟妹妹出去玩不要你了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再不可能也发生了。就不应该把花灵带回来，你就不怕他又装怪伤人？当时花灵被掳，我们杀到花家，以为他被折磨，没想到他短短1旬就混成了少主，毫不风光。花家以为我捏着鼻子认了，当晚设宴招待。诸位，晚宴开始了。自那之后，花家败落，所有羞辱过他的人都死在了那个晚上。他蛰伏1旬，只为在最得意时，给整件事一场血色落幕。即便如此，依旧有人被骗。你妹妹可没有你想的这么脆弱，还不知道是谁装乖骗谁呢。阿苍居然还有朋友呢，是谢家。浮光和母亲跟我说了哦，你们偷偷在外面捡了个妹妹是不是？天资应该很不错吧？母亲看起来很高兴呢。听说花灵也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好歹也是你们2个的表哥吧，你们就这么孤立我和浮光？唉，就连谢周那丫头都见到表妹了，说是很有礼貌的小女孩呢，哪里捡的？还有吗？太恶心了。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？你都挂了我30次了，等我到了要和你单挑30次哦。是吗？玄商终于想和我打一次了。没有的事，舅母刚才说我说话太大声了，您看这事儿闹的。不过，玄商要来我们家做客吗？那你可能只能和花灵住在一起喽。没关系，都是表兄弟，我不会嫌弃他的。我母亲派我给表妹送洗髓灵液呢，现在正在来的路上，就不叨扰舅母了。玄商这个孩子还是一如既往的胆小害羞呢。是吗？胆小害羞，这话留去跟玄商刀下的冤魂们说去吧。不过看在洗髓灵液的份上，我还是能忍他一会儿的。筑基期将至，妹妹正需要这洗髓灵液驱除浊气。当当当当，好看吧？这几朵小花真的很适合花梨呢。喵。能不好看吗？这不是佛门的金莲吗？玄武启示还挂在论坛上呢，说是金莲失窃之时都惊动了圣子。复宫哦，用这玩意儿装饰尾巴，这狐狸比唱被子的决明还能折腾。原本以为这件事之后关系能好转，没想到这死狐狸乖乖撒娇亲人全都是演出来的。一旦没了利用价值，又恢复了攻击性。大部分攻击性都冲着谢苍去，专挑白发好。有时候看他们打成这样，爹娘竟一脸欣慰，像在看亲密互动。
不是，你们这是啥表情啊？我这是误入了什么修罗场吗？我的直觉和嗅觉告诉我，这一家人中有3个都和我有血缘关系，唯一一个没有的，气息也有点相似。所以为什么他们能睡在屋子里，我得跟这几只鸡住在一起？虽然这窝环境很好，东西昂贵，但想到下午桑妖把我揪住，不让我靠近谢仓，我就觉得不舒服，却又说不出来。不行，凭什么他们能睡屋子？外面可冷了，我也要。谢仓，忽略。快入夏了，天气真难熬。天绝宗这名字真没起错，偏要绝我们。只要不是鬼就进来吧。咋的？这是真有鬼啊！娘啊，爹，真的活见鬼了！这狐狸弄把戏，通常是有求于人或要闹了，但这不是我这长身体小孩该管的。回你的窝睡觉去。为什么觉得他阴晴不定，我还能中招呢？放进来肯定又是恶战。我绝对没有被诱惑到，但是就一瞬间，纣王上号了。唉，算了，外面确实有点冷，冻坏了怎么办？算你识相。你应该重返狐群了，知道吗？底线一降再降，现在他甚至学会不请自来了。别人蹬鼻子上脸，他是蹬鼻子上天。我一定要教他怎么做一只乖狗。华丽，过来。想要吗？想要的话就得听话。握手。真棒！来，握手。不是，他缺心眼儿吧？我是狐狸，不是狗啊！怎么又遇到他了？真的倒霉。丧家服刑。要不你还是给我来一拳吧，我是不是没睡醒？你他妈是真的狗啊！洋洋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教他握手。狐狸还能学握手？那不是狗才学的吗？是来找我玩的吗？马上，等我训完就好。握手。不得不承认他赢了，非常纯粹的犟种一枚呀。大家都说灵兽通人性很乖巧，我却命苦遇到卧龙凤雏。算了，反正也不是家人，只是家中暂收留着的妖兽罢了。让他把伤养好就随他去，何必为难他也为难自己？可不能让这犟种气到了。这表情不太对吧？你在这儿好好养伤吧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这是咋了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伤心了？唉，你真是光长个子不长脑子，这哪里是伤心，都快无心了。要不还是和小殿下说一下，
刚才他其实快要成功了。算了，还是别让小殿下再受折磨了。这几个月何曾见过小殿下这般的狼狈？若不是他身上有法宝，不知道要受多少伤。况且人心都能骗，我们魔的心就更要骗了。论亲疏，只有小殿下是随我们家殿下姓的呢。哼，怎么是你？让开，这是吃饭的桌子。这傻狗，依旧把兄弟当仇人整。搜魂之术因阴毒被列为禁术，但万事孰能成巧？在我手下产生无数亡魂后，终于研究出了温和版本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这一个个的，真不省心。你弟弟的性子是随的谁啊？你不会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人吧？不是吗？能说出这种话，他是喝高了。他算是完美继承了你和母亲的性格里的缺陷。嘿呦，不错哦，原来我们还有优点。对了，让你寻的灵草呢？得让你弟弟快些恢复人形了。人形的花灵虽然任性，但和白狐相比，还是略同人性的。你不会压根儿没去找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你弟弟，不是你仇人吧？我只是想让他们先培养一下感情，这样花丽变回人形之后，两人之间也有情分在。我都懒得戳穿你，你就是想让花丽彻底惹怒瑶瑶吧？你还是戳穿了。儿子叛逆期，指望谢仓的话，花灵就得当一辈子狐狸了。去妖界找金乌蕊太慢，只能来好邻居这借一点了。哎呀，真是对不住。昭昭师妹，你运道真好，这正好是最后一株金乌蕊了。还得多谢师兄帮我藏起来，不然这药材这么难抢，早被别人要去了。师兄真厉害！哪里，同门之间互帮互助都是应该的。真是运道不好啊！这女孩有些眼熟，是跟在应官父身边的那个弟子，本是聒噪，而且瑶瑶看起来很讨厌他呢。我认得你，你是那天林子里那个哥哥。对，是我。你要和你的师长们告发我吗？为什么？哥哥不是好人吗？他十分肯定我会喜欢他，怕不是什么特殊群体吧？我刚才竟觉得她是个可爱的女孩，这想法出现在我脑海太诡异了。不是哦，我是个坏人啊，而且谁准你乱攀关系的啊？真有意思啊！正准备把这个祸害掐死在摇篮里，手竟然抽筋了。为什么凶我？明明我对你没有恶意。你确实对我没有恶意，但是不影响我对你有恶意呢。他是真想杀我，为什么？我对自己的能力失效感到恐惧。因为暂时杀不了你，所以只能取走了你的记忆喽。真是抱歉，但是为了避免让瑶瑶发现，还是要麻烦你委屈一下自己。但要炼化灵草五行之力，还需要几日功夫。真棒，有加一。我哪草这会儿功夫，这没出息的儿子就把自己攻略了。孩儿他爹，你说花灵变回人形之后还会这些技能吗？要不现在就紧急暂停炼丹吧，我是真的怕女儿被他恨死啊！你又和他和好了？
他不坏的时候还是挺好的。他会表演后翻哎，像我这种老实兼修，哪见过这种手段呢？没出息！我就说狐狸精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算了，不找借口了，已经和家里的妖兽和好啦。是自己认知有问题，自认为带回来的妖兽也是家人。但对妖兽能强求什么？人家能待在家里不乱跑都不错了。明明关系亲近了，但我却莫名觉得我们越发疏远了。阿玲真的很喜欢你啊，小妖。果然，小孩子就是需要玩伴的。阿娘，你管这长很喜欢吗？呢？阿娘，我觉得花灵在家里最喜欢的就是你了，怎么看起来这么乖啊？他过一会儿会更乖的。阿娘带他去洗个澡哦，瑶瑶可以找你哥哥玩。你不吸收的话，我们怎么签订契约呢？他没有剑心，暂时不能被修饰契约。你是来推销的吗？我不买什么剑心。我不是卖东西的，我是你表哥。你要是我家亲戚，你还爬树？直接从正门走不行吗？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舅舅舅母为什么要收养你？小丫头口气还挺狂，你应该知道我修为比你高吧？但你不敢在这里打我。理由？你很怕我家人吧？刚刚跳下来收着礼不发出声音，放狠话还要四处张望。表哥，知道正常亲戚来串门是怎么样的不？你像个贼，知道吗？没想到，竟也是个不正常的。来，我们比划一下。疯子来的，为什么突然就打架了？大师姐，大师兄方才醒来了，现在剑尊正在里面看望呢。师尊，冬季秘境出来那一日，我好像看见了那个逃跑的女孩。剑尊对那凡间孩子极上心，搜寻无果，难道……师兄，喝药了。是我打搅师尊和师兄了吗？只是丹殿的长老们吩咐过，这药得按时服用。不是，你师兄的病情要紧，本尊改日再来看他。如今我倒是觉得自己像是失心疯了，对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孩子这般执着。你的演技倒是见长，也只能演一下了。刚刚你说那句话时的语气，我险些以为你要喂我喝毒药。所以，那个孩子到底有什么特殊的，让你和师尊都这般失态？你不是会卜卦吗？算上一卦就知道了。我给那孩子算过，在他逃跑那天晚上，我算过，他的未来是一片空白。不知师妹为何对我有了偏见，但职责所在，我也不可能任由一个孩子独自逃向密林。我只是发现了，他离开会比他留下更好。真的吗？既如此，你就与师尊说那日你看错了。但那是师尊。但我是你师妹。别磨蹭了，来战！不可用灵气，点到为止，不伤性命。没问题。没跟你说话，我是在告诫自己。这不是剑锋，是剑气。小小年纪竟有了剑气。
我输了，你很厉害。你刚刚说的剑心是什么？灵剑与其他剑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有剑心，有心方能认主。听不懂，说人话。就是你得给他找一颗剑心。哪里找？天绝宗万剑冢。你就是这么照顾表妹的吗？舅母，表妹好强，我也想有这种女儿，你能不能再给我捡一个？滚！这个表妹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能让这一家的疯子都收敛本性。我见到你妹妹了，超级有意思，我要在你家住几天。怎么这么冷漠啊，表弟？我替你陪你妹妹玩。唉，舅母让我和花灵住一起，花灵住哪儿？住这儿。我真求你了，你不是来做客的吗？能不能安分点儿？球也得排队。现在还需要排队吗？是我排队求你。你爹爹在烧水，瑶瑶刚出了汗，去洗个澡好不好？好的，阿娘。谢谢爹爹。我刚刚也陪表妹玩了呢，怎么我就挨了一顿打？怎么没给你打死？这仙人皮囊下渗出的黑水，真贱呢。可能因为表妹舍不得我吧，我可是来送洗濯灵液的，那些大宗门可是要兑水喝的，现在它能直接当成洗澡水用。所以我是你们家的贵客，知道该怎么对待贵客吗？杀了搜手。那叫抢劫。尸体又没反抗。这是正常的吗？正常，蜕变总是伴随着疼痛的。没事的，香瑶，洗澡水咬人是正常的。这洗澡水似乎是洗髓灵液啊！这一桶全是洗髓灵液，2辈子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啊！这一滴值上百颗上品灵石，来都来了，先往死里泡。天绝宗有个小姑娘很古怪，杀不了，好像是被选中的。我上次从天绝宗回来便与你说了，你居然忘了。现在杀不死，以后总归能杀了。族里已经处理过许多这样的人了。杀死天命之子，我们是专业的。正好，我方才答应表妹带她去万剑冢，正好会会那人。不能牵扯洋洋，其他随你。阿友，你感觉如何？可担心死我们了。喂，你们让让啊，我都看不到了。你妹妹很可爱，但你二哥像条狗，你大哥更是条护食的疯狗，而你，我亲爱的表哥，你是一条觊觎别人幸福却无家可归的野狗呢，太恶劣了。要不是整个谢家愿意陪我玩的只有谢明基，我早不理他了。怎么了？这种对话可不能被小孩子看见，会带坏小孩的。阿娘喊你去吃饭，那个洗髓灵液是你带来的吗？你既然认得，算是吧。我身上有什么值得这么做的价值吗？或者你们想要我做什么呢？做我妹妹。谢家真是到处捡孩子的奇妙家族。你母亲知道她要多一个女儿了吗？不知道啊，但她不可能会拒绝你的。我已经有爹娘了。谁说人只能有一对爹娘呢？
在修真界，多一个亲人就多一份关系啊！哼！我要告诉爹娘。唉，小祖宗算我求你了，我就是开个玩笑嘛。只要你日后不与谢家为敌，今日这喜灵夜花的就算值了。我？这真的值吗？换做旁人自然是不值的，但如果是你，再多100倍也值得。往后谢家若是有难，我也会尽力相助。表哥表弟是表面兄弟，狗窝不睡，你可以睡鸡窝。该死的谢苍，我只能来这里借宿了。嗨，我喜静，你最好少说话。惹恼了我，便是你母亲来也不好使。对，相见。陈一手艺都能比得过天宫门长老了。二仔哥磨的刀真好，杀猪肯定很麻利。没想到你们2个浓眉大眼的魔鸠还有2副面孔。这小狐狸看着不一般啊！若不是打不过元婴期，我定把你吞吃入腹。你可知道天狐一族天资奇高，却阴晴不定。我瞧着这狐狸像是天狐呢。你可要多加小心。我听过天狐只有妖王，你告诉我这撒娇精是天狐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今日是天绝宗的宗门大比，带你去看看热闹。不要，我要修炼。顺便带你进万剑区。你不想契约这把破剑了？也行，反正谢家也不缺领剑，你随我去挑一把。我出幻觉了，这玩意儿怎么可能有神识？大比不是给钱就能进，为什么要你带我去？自然是带你仗势欺人的，去不去？去！天绝宗的宗门大比算不得仙事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穷没招了。这次跟在谢玄商身后，没给灵石就被请入内了。这些是母亲派来保护我的侍卫，之前隐匿了神形。那可是元婴期高手啊，谢家真是财大气粗，现在也被我蹭到了。掌门，谢氏来人了。谢家今天竟然派人来参观普通的宗门大比，谢家不会是来抢人的吧？师妹天资好，说不定他们就是听了消息来的。有我在，不会叫他们得逞的。多谢三师兄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你原来是谢家的人。你认识剑尊？哦，不对，剑尊认识你。这是我表妹，难怪你不愿拜入我门下。你若是愿意，天绝宗随时欢迎你。从来都是谢家抢人，今日竟像是要被抢了。他在谢家能得到全部资源倾斜，就不劳尊下费心了。你在忌惮他？何止是忌惮，仿佛脑海有声音催我将这个变数扼杀。帮帮我，师兄！可总算有个人样了。
这般对我，我要杀了他！你们竟然眼睁睁看他把我当狗玩！平时当狗不是当得挺高兴？来，握手。母亲，干嘛？没见过被不同势力争抢的天才是吧？真不懂这一世应官夫到底是吃错什么药了。好看吗？要不要把你们请来仔细看看？大少爷发话了，快低头。你说话居然这么管用呢，表哥。这丫头第一次这么正常喊我是产生幻觉了？可能是因为上一次不听话的被我剜了眼睛吧？你害怕吗，瑶瑶？你会挖我的眼睛吗？那怎么会？开玩笑，我可没几条命够跟他这么造作的。那不就好了，我怕你干嘛？毕竟我真正的仇人此刻就在台下呢。那太好了，不过刚刚是骗你的，挖人眼睛的可不是我。有机会一定要带你去找他，可好玩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权势。你处于低位，他们会训斥你、惩罚你；但若是身处高位，他们只会敬畏你。坐在高位，看着昔日的同门都在自己之下，想要吗？真的有人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吗？都按照你提议的做了。哎呀，妹妹眼里有野心的时候是真的可爱。是你的妹妹吗？哥来天绝长宗。每到这种发言环节就格外村眠，逛逛论坛清醒下。人在大比现场，偷懒没来的同门可以开始羡慕了。居然敢直接讨论谢家，不怕被后台封号吗？竟然敢说我的资质不如他，看得我血压都高了，掌门的念叨都显得悦耳了。怎么了？被什么气到了？要不要玩一点解压的？对你来说的解压，是不是沾点血腥？哇，我们太有默契了！你看那个阵法。这阵法我从小看到死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啊？又怎么了，我的大少爷？哦，没什么。吃点糕点吧，我的大小姐。下毒了？行了吗，大小姐？说话不过脑子，刚刚差点就脱口而出了，差点说出那阵法是他爹在不到保岁时设计出来的。话到嘴边硬生生咽下去，真是差点没把我噎死。要是被这小祖宗知道了爹娘身份，那还得了？而且这话还是从我口中漏出去的，那后果更惨。这个力量不够，这个速度不足，这个长得丑。唉，这又不是比美，别人地盘吐槽别人弟子已经很出格了，但谢家显然是臭名昭著、遗臭万年的程度，现场居然没一个人敢出来反驳他。你怎么在看练气气的？这种境界的打斗有什么好看的？练气气打架就是在菜鸡互啄而已。我当然不是在看菜鸡互啄，我只不过是在暗中观察应招而已。你觉得他的剑术如何？一般，就是剑好。这语气，难怪是原书中的反派呢。按照我重生后熟读各类画脖子的经验来看，要是现在应召在场，那就是经典的打脸场面。什么以练气期修为跨境界单挑？你现在什么境界？元婴中期。哦，那这个情节应该发生不了，那应该会触发主角团帮忙打脸。毕竟还是个5岁的孩子，不能苛责太多嘛，还是要以鼓励为主。5岁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。同样是5岁，我表妹已经修出剑气了。要是真的，都不是天才这么简单了，是怪物啊！你修出剑气了？上次见他身上还没有灵气波动。
你修出剑气了？上次见他身上还没有灵气波动，却是用了什么遮掩修为的法器？是啊，如何呢？我并无恶意，能展示一下你的剑气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上一世我们1年说的话都没这几天多，就喜欢自己没有的是吧？没有展示的义务哈。黄口小儿，在剑尊面前也敢如此放肆！5岁便修出剑气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谢大少爷莫不是被这丫头给骗了？哼，你在质疑我的智力？我可是元婴初期，怎么会完全没察觉到一个炼气期丫头的动作？还有那道剑气中带着的暴虐杀意，那股暴虐善意，简直让我以为面对的是魔修。还能叫吗？闭嘴！还嫌自己不够丢人吗？你心性过于浮躁，不堪大用。果然，师尊最喜欢的还是我。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就不劳剑尊费心了。为什么会有东西被人抢走的错觉？今日也算是让我见大世面了。我这师弟100年来第一次如此失态，竟要强抢孩子，还不如回村子里喂鸡逗狗。我们此行除了受邀观赏大比之外，还准备为我家瑶瑶选一把本命剑。自然是可以的，只是，藏剑峰上的令箭基本都分给了新进门弟子，剩下的恐怕入不了你们的眼。所以我们想进万剑洞。不可，那里的剑煞气太重，不适合作为本命剑。你怕吗？我上一世经常被罚在万剑中思过，早就和里面那些灵剑们处好关系了。听闻贵宗这些日子遭了贼，损失惨重，我可以代表谢家自助一些功法药材。再捐一座藏书阁。成交。这么花钱吗？还是算了吧。整件事始作俑者就是他爹娘，至于刚刚捐出去的，也会天降正义，回到他们的口袋。先说好，谢公子，万剑中都是主人已逝又不愿令学主的灵剑，若是不得灵剑们的认可，那也进不去。实际上，万剑中已有100年没有新弟子能进入了。上一个进去的还是应官府，从中取走了弦月，而上一把自愿从万剑中离开的领剑是拂晓。我知道这些，但我就是莫名对这丫头有信心。这自信来的无缘无故，如果是桑瑶的话，一定可以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让他们见识一下真正被眷顾的天才了。他们好有信心，但万剑招不是我们宗门的东西吗？无主的令箭选择了天绝宗作为长眠之地，由此才生万剑中，是天绝宗之幸，不可将其视作己物。剑尊一直是这样的性子，并非是针对你。你准备一下，马上就要轮到你了。就算得不到本命剑，能入内接受剑灵们的指导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受益未浅的。虽然就他方才说的话，怎么可能会被认可？无妨的，万剑宅本就100年未曾开启，进不去才是常态。太久了，实在太久了，天灵根的光芒还远远不够，我们需要一个如剑尊般横空出世的天才。我其实挺烦谢玄商这种仗着家世的二世祖的，但意外的，对他带来的孩子没有一点厌恶，反而有一种从心头涌起的酸涩亲近，这感觉就像是在看着自己爱护的小辈一样。要不还是先算了，等没人的时候我再带你来。这些弟子显然是准备看谢家的热闹，这样万众瞩目，他能受得了？上一世因为万剑中只有我和应官妃能进，偶尔我犯了错，应官妃就总爱罚我去万剑中关禁闭。拂晓偶尔会偷偷进来看望我，他们都觉得这是惩罚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不是的。我很喜欢和这些英雄们相处，就是不知这一世我不是天绝宗的弟子后，他们对我的态度会不会有什么变化？啊！是万界共鸣！天哪，竟然引发了万界共鸣！拂晓间的契约要断了，不知道拂晓是否清楚，但我作为应召的师尊，绝不能视而不见。得把那女孩除掉。小师妹如此单纯善良，绝对会在她手下吃亏的。
一个小小弟子竟敢对鸟瑶起杀意，就是不知这位能不能承受得住央瑶家人的报复了。我也想进去，鸟妖表妹。唉，我去商量一下吧。这玩意儿还能商量？跟里面的剑商量？有人想杀你，瑶瑶，你怎么比我还能招恨？我知道，而且相信我，你才是那个最招仇恨的。你居然知道，真聪明啊！不愧是我们谢家的种。所以这只小老鼠需要表哥替你处理吗？阴暗的像是在下水沟里用大粪搓出来的，怎么会如此令人作呕？他不说我也知道是谁，中藏，我前世的三师兄。前世应招卡在化神期，是他提议把我的剑骨给应招。阿鸟，你要懂得为正道奉献。昭昭是命定的救世之人，只要他进阶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我当时甚至都没力气问什么正道要用这当下作手段。没问题，我会把他活着带回来。桑瑶，我知道你想靠自己，但是知道为什么家族和宗门意识对于修真界如此重要吗？蛇鼠一窝，狼狈为奸。能不能说点漂亮话？因为寿命，境界越高，寿命越长，这意味着出生的够早，即使是资质再差的修士，也能将天灵根绞死在幼时期。我一直认为，家族和宗门的存在就是为小辈保驾护航。若是你要战至巅峰，有的是需要你自己去对抗的仇人。好奇怪，这和我上一世经历的教导截然不同。但此刻我成了既得利益者，就觉这实在太美妙了。这群不知好歹的剑灵。所以你说的剑心在哪里？说来话长，长话短说。需要一把灵剑放弃自身的意识，给你那柄破剑开智。我不许你这么说他。重新选一把本命剑明明简单多了，干嘛非得给一把破剑开智？糟了，竟然是那柄传说中的魔剑，难怪无法契约，当年的魔尊都没能办到这事儿。骄傲如魔剑，怎么可能甘于认一个孩子为主啊？原觉得我妈已够谄媚，甚至还把我送来，魔剑能更离谱。这种恐怖的终极杀气能特么随随便便给孩子的啊？你如果想要剑心的话，他或许能帮到你们。我认得这剑，天赎剑，是天绝宗第一任掌门的本命剑。只是这柄高傲的祖宗剑，上一世从未允许过我靠近分毫。桑瑶，千年未见，你竟也有愿意认主的一天。虽然早就有所察觉，但没想到嗜血竟是天赎都认得的程度。孩子，你身上有救世的功德。我？这老祖宗在说什么胡话？我知晓你所来之意，你会得偿所愿。那前辈你呢？你会消失吗？不，我会等到绝影回来。当初就是我与他一道封印了此剑的剑心。绝影是第一任掌门，也是修真界飞升第一人，可怜他被迫留在下界执念等待同伴回归，这一等就是1000年。孩子，我受不得你的礼，便是天地也受不得。搞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，难不成我才是主角？话本子都说滴血认主，我怎么没有咬破？不用这么有仪式感，还非得滴血认主。前辈你不懂，这是属于剑修的浪漫。我不出世1000年，剑修不练剑，居然练哑口去了。倒也不是。自家的禁地被外人出也就算了，要是他再带走一把老祖宗的令剑，我们全宗上下估计要被嘲笑1个月了。我这就去联系杀手，让昭昭上心的人必须死。嗨，哥们儿，等你好久了，终于来了。我本来还没想好编什么死法呢，还得多催了你。你觉得，在秘境葬生于妖兽口中，这个死法怎么样呀？你不能这样，我是宗家。
好啦，你很幸运，暂时不会死哦。谢玄商说要让桑渊亲自杀了你呢，他对我好坏的，真可恶。我也挺恨他的，但是你要是敢伤到他，你就完蛋了，知道吗？疯子，这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你又学你爹用手捅别人是吧？看你臭的，赶紧洗一洗，别跟你妹妹吓到了。真是有够难闻的。母亲，不能让咬烟知道花林是他二哥。凭什么？你之前不还说不想跟我们玩过家家，这会儿倒是当哥哥当上瘾了，还不准别人做了。占有欲这么强，怎么不去和村头的狗抢地盘啊？糟了，我方才说话中怎么掺杂着这么重的怨气？我到底在怨什么？我意思是，我才是你亲弟弟。我生气的点在于，这样的话你就不认我了，我很难受。我何时不承认？只是不能让瑶瑶知道。这家伙看起来挺诚恳的，但我知道他没说实话。你若是觉得我说的不对，可与母亲求证。母亲，当初边瞎话边爽了，这会儿发现全是死结，该怎么解？妹妹应当快回家了。是这样的，你当时在秘境受伤变成狐狸了，被你爹带回来。我们想着瑶瑶可能接受不了他哥是只狐狸，所以就说什么？说你是只妖兽。你父亲就说是他记错了你所在的秘境，所以现在夭夭还觉得他二哥在秘境里待着呢。所以，我现在要扮演一个妖修。你竟然还准备留下来？不然呢？我和你母亲的打算是，你先在外面待上些时日，莫要让瑶瑶瞧见你的面孔。等以后再寻由头带你回家，或者就说你是妖修。至于身份如何恢复，再从长计议。阿玲应该是不愿的，毕竟她先前还说要杀了妹妹。那就让玄商寻个愿意的来假扮他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凭什么要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取代我？明明我才是你们的孩子吧？为什么要让我让步？行啊，那就和瑶瑶说明白，他亲哥是只狐狸，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。谁在乎他能不能接受？这简直未免过于荒谬了。你是谁？我是那只狐狸。我在秘境中身受重伤，变为原形。这些天多谢你们救助。这家伙妖修做多了，果然离人就已经很远了。哦，好奇怪，我竟然有些不希望这小狐狸是妖修。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吗？和我没关系啊。倒不是不开心，只是前世绝明伤我太深，让我本能的抵触妖修。所以你是来告别的？我这般顶级美貌与天赋的妖修，他竟然赶我走？难道我还比不上一只只有兽性的烧着的死狐狸讨他喜欢吗？明明之前我还是狐狸在门口等他。好喜欢小狐狸啊！暂时不走，我还得留下来报恩。哪儿见过这上古大妖这般憋屈？其实也已经报过恩了，就刚刚那个想要杀了你的，是花灵去抓回来的呢。这个多嘴的混蛋！我们才是一家人，我和父母还有桑瑶才是一家人。好吧，勉强算上大哥，用得着谢玄商一个外人在这里说三道四吗？愿老天能下一道天雷，将这破坏别人家庭的贱种劈死。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救命之恩涉及因果，会影响我的修行，须得将因果还尽，方可离开。原来如此，听闻有这种引路拾花走正修路子的妖修，这等品性高洁的妖修，对于自身的因果极为在意，果然南大18变啊！居然是纯强梁妖修，但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妖修。但你晚上睡哪儿？糟了，难不成要继续睡狗窝？陈狗家应该还有空屋子，我们去问问。这俩人看起来关系挺好的，
有一种不顾对方死活的美。你要去看看那个人吗？他有逃走的风险吗？没有，马上也要没有活着的风险了。妖秀的手段很残忍，他看起来快没有人形了。那还是先算了，等我吃完晚饭吧，别到时候看吐了。一顿就能解恨？那应该是不够的。我猜也是，所以我早就让谢玄商准备好足够多的丹药续命了。你可以好好折磨他，应该够你玩一晚上。失礼了，忘记我哥哥更是个毒夫了。我还以为家人会像前世同门那样，以为我不过是怀疑颜色就要说我犯规。我犯规又如何呢？我家人比我更犯规。笑什么？哥哥，我现在好幸福，能遇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遇到这俩真是太坏了，我特妈妈本来活得好好的。那俩人要是在咱家住2天，咱们小命不保啊。你有照镜子看过自己丑陋又令人作呕的嘴脸吗？恨疯了吧？表哥。是吗？这位亲哥，鸟妖知道你是他亲哥吗？你不过就是人家认了爹娘的附贡品而已，得意什么？感觉两人对阵的余波已经能把我们带走了。玄商、花灵，回家吃饭了。有爱加荣了，二位，请滚吧。不气。这丹药味道也太差了吧，真难吃。我看你是红豆吃多了，相思是吧？瑶瑶把这玩意儿当糖豆吃，可喜欢了。平生第一次感慨，原来自己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他还契约了魔剑，恐怕没几个月就能筑基了。姐们去秘境努力半年，还不如在自己家扫个地赚得多。谢谢。还能不能好好吃饭了？威武！这表哥简直像个活宝一样。请我们的青天大小姐辨中间。花灵这是直接掏了他的金丹，好强横的肉身力量，我也想这么强。这位三师兄身世成谜，上一世刚进宗门总是一副阴郁模样，当时我以为他被排挤，还主动结交，他心安理得享受照料。而后在应招出现后，他才动用家族资源为他铺路，师兄妹100年，我竟是死后才从话本里知道他的世家身世。既得利益者不仅不感恩，还要榨干我最后的价值。可以把他弄醒吗？这样不好玩。谢玄商，你何必坏我好事？我知道你压根没这个年纪的表妹，她究竟是谁？你也配知道她的身份啊？你要是想玩玩剥皮的话，可以问问这位，他比较有经验，可以教教你哦。剥皮？我可是钟家的人，陈州钟家，你们要是杀了我，钟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不过就是一个私生子，就算你那喜欢到处播种的爹来了，我也是照杀不误的。真的不会给你招惹麻烦吗？表妹听过一句话吗？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凡间都是如此，更或论实力为尊的修真界，钟家算什么？哥哥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挡了师妹的路，她是命定的救世主，是正道的希望。为了保护她，为了正道，我必须这么做。又是为了正道啊！前世他也是用这样大义凛然的口吻劝我奉献自己的剑骨，去成全他的小师妹。你这双眼睛好像总是看不清真正重要的东西。你胡说什么啊！不客气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懂很多的手段，我可以教你。你别难过了，这种话竟用来哄孩子吗？可是我对这些不感兴趣，就算重生一回，我也不可能变女魔头，这不过是以牙还牙。我
我可以给你摸摸我的耳朵。原来福尔变出来的时候，人儿也在啊，解压完得劲儿多了。真奇怪，什么样的正道需要靠牺牲无辜之人来维系呢？自重生后，脑海不断涌现的那个声音，今日竟然没有。解气了吗？若是不够，钟家我也可以帮你处理掉。倒也不必，我亲自动手就够了。你太善良了，明明还能续命好一会儿呢。就算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什么法子折磨他，也能把他彻底废了丢回去。让这种自诩不凡的人尝尝做废物的感受啊！你怎么就给人一剑杀了？便宜他了，他甚至都不愿意跟你说一句谢谢，真没礼貌啊！5岁能做到这地步已是星星惊人，少爷还不满意？这要是善良，我们现在立刻马上都可以立地成佛了。听说过一句话吗？什么？反派死于话多。我这样三观正、行得正、坐得端的好男人，怎么看都是正派吧？他和谢仓不愧是表兄妹，自我认知注错都一样。如果可以，我当然想让他认识到错误。但话本子看多了，这群人对正派的要求马上就要没下限了。谁知道女主会不会从神奇旮旯里翻出灵丹妙药救活他呢？让他赶紧下线才是正道理。魂灯若是灭了，天绝宗会找上来吗？本来得担心的，但是这个蠢货为了杀你，特意找了要去秘境的借口，安慰待会儿会把他丢到秘境喂给妖兽。看来是我势在必得啊，戏都给演全了。宝宝，香香软软的小蛋糕不能喝脏东西啊！宝宝，香香软软小蛋糕，我只觉得我起猛了，这句话太阴了，像鬼往我耳朵上撒了把糯米，然后先续了。他的爱太拿得出手了，难怪这连上一个任魔尊都瞧不上的剑，愿意与他结契。要不是我知道自己只是剑不是剑，我都想认主了。阿娘，我真的没事呀。我们鸟妖真是天生的魔修。阿娘，什么魔修？魔修剿灭者。我们袅袅就是天生的出魔卫道的料子。娘，咱俩也要被除掉吗？希望到时候可以是我白发人送黑发儿。我还想多潇洒几百年，希望小殿下千万不要走上正道啊！这种好事怎么能让谢明勋错过呢？嗨，福光殿下最近在哪儿发财呢？真有缘呐！我虽不卫道，但一样除魔哎。妹，为什么不让我见妹妹呢？邪魔又来了，我都感觉自己也是活到头了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你的命运吗？认命吧！我期待你重蹈覆辙的那一天。接！阿娘，你背着我偷吃，你当着我面偷吃。阿娘在吃什么？瑶瑶也想吃。我没闻出什么食物的味道。这是只能大人吃的李啊，小孩子不能吃。谁先前与我保证会做过噩梦的？还好阿娘在旁边陪着你，不然不知还要纠缠多久。这丫头为何一直盯着我？难不成我刚刚吃心魔暴露了什么？其实这不算噩梦，我并没被吓到。真正噩梦是别的事情。我梦到自己冲击元婴期闭关10年，再出来后阿娘和爹爹不见了。我必须找到改善资质的宝物，他们绝对不能背着我死掉。不怕，阿娘在呢。手？难道是我今日没穿戴好，被妹妹看见手上的伤口了？并没有啊。瑶瑶刚到家时，梳发这种事本来是由母亲承担的。这人类孩子的头发简直就是噩梦，让谢逊言赶紧发明刀枪不入的丹药。最后依旧是村里老人看不下去桑瑶顶着鸡窝传授了编发绝学，于是这每天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。桑鸟算比较懂事好带的孩子，除了勤奋到半夜起舞，还除了他不管是睡觉还是吃饭都像极了猪崽子之外，好吧，除了所有缺点之外，他确实是个很好带的孩子。怎么了？你手上戴手套是和你的病有关系吗？
哥哥。对，虽然与他可能理解的病并不一样，但我确实是有病的。是嫌弃我了，觉得有我这样一个废物哥哥丢脸了，还是说，即使现在还不知道花里的身份，依旧被那张脸哄骗了？为什么我要有2个弟弟呢？平时一点忙帮不上，到了这种该安分消失的时候，又要蹦出来寻找存在感。明明刚恢复人形时，还在那冠冕堂皇地说着恨，现在呢，是真的变成狗了吗？哪来的千年老陈醋？来喝点水稀释一下吧。父亲，我是不是老了，所以妹妹才不愿寻我一道出去？你老了，那我这个做爹的算什么？玄清，出大事了！你最好是真的有事。真有，嘿嘿嘿，你猜猜看是什么大事呢？很好，你也来猜猜，你今日会不会死？开不起玩笑的顽固分子！妹妹跟别人跑了，冲我发火！舅舅，你儿子越狱了！这3个逆子出生后越狱的话，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阿苍人品先不谈，至少身份正派，外人很少愿意得罪他。花灵和明七就肆无忌惮的多，十分热衷于挑战底线。等一下，好像有点不对劲。阿苍和花灵都在这儿。谢明区跑了，不是被魔尊关在魔宫吗？是怎么出来的？是浮光和我说的，可能是被关进闭关封了吧。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杨一见到浮光。那孩子从小在魔界长大，对修真界和修士都有别样恶意，他根本没有对危险的惧怕意识，越是危险他就越兴奋。你是如何知晓的？我天天去炫耀见到表妹，昨晚更刺激了他。这话我说了能活？好在结界隔绝，他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。花龙，你走快点啊！他先前没恢复人形就能精准叼回灵草，现在一定能找到更多。我真的觉得我们村这山很神奇，这么多灵气充沛的灵草，居然没有妖兽。你猜猜为什么灵气充沛？猜猜为什么没有妖兽啊？我们花灵太厉害啦！好烦啊你！这是要让我替你保管着？不是保管，是给哥哥的。给我做什么？治病。我担心你的病，哥哥。我们去找大宗门的医师好好看看吧。唉，这些灵石可都是这些天我和花灵辛辛苦苦挖灵草得来的，这些也不知道够不够给哥哥治病。香瑶，我有件事要与你说。什么天大的事能比你及时就医更大吗？难说，谢家只怕庸才，悬上大张旗鼓，绝不解释送灵液，也是为了让鸟咬些谢家的事。但现在我改主意了，这是我的妹妹，我来护着便是，何必让外人来？去吧去吧，走远些。以及，你母亲马上要抵达停战场了。你竟然真的收了！苍天有眼，来到天雷，把这个该死的捞男劈死吧！哥，你早说要走这么远，我就让花灵驮我俩来了。哼，会驮人很厉害，我也可以。
你要不听听你自己说了什么？就在这儿说吧，哥哥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天大的事儿，还得掩人耳目。说完了，应该还有时间去医馆。就是这个女娃娃和高个，嘿，可总也被我逮到了。虽然我确实是高个，但我哥也不至于是女娃娃吧？你是谁？落了老子的面子还给我忘了，小丫头胆子还挺大。弟兄们，都出来吧！就砍你一次价，你就敢把灵草卖给别家，也不打听打听这附近几座山头谁是老大？有辱斯文，小孩子不能看。聒噪！哥，你在激怒人这一块还真是天赋型的，这无赖做派倒让我想起他是谁了，那个截胡破防的穷鬼。我好奇你好屁个小屁儿哪来这么多灵草？原来是这座山上的一个炼气5层和一个凡人，也配占据这么好的灵山？以后这座山都归老子管！嘿，你这丫头倒是能卖个好价钱。哥，你刚刚跟我要说啥来着？瑶瑶，帮我解开。啊，都啥时候了还胡闹？大哥手上为什么会有捆仙绳？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吗？这可是天阶法宝，我竟然真的能解开捆仙绳！喂，你俩在嘀咕什么呢？别怕我。别被饶命！求求你原谅我们！好了。那些人去哪儿了？去享福了。原来头天晚上拿我脖子取暖的是你！那叫一个冰凉透骨，亏我还以为是梦到师姐了。你可能知道我另一个名字，谢玄清。我是谢氏的少主。谢玄清？我哥竟然是袁术战力天花板大反派！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这么说，是因为不想陪我们玩过家家了吗？不是过家家，一开始不说，是因为我的名声。如果你听过传闻，就知道谢玄清的名声极差。那名声是差吗？简直能指小儿夜明，无人敢议论好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是过家家，那我愿意陪你玩一辈子。但这绝不是过家家，对不起，是我口不择言，但我并未真的这般想过。我们是兄妹，我们还是兄妹吗？是。你是谁并不重要，什么身份地位都没有意义。哥哥，原来你没病啊，难怪爹娘从来不担心你。你要是觉得对不起，以后别拿我脖子取暖，真的很冰。那不行，我冷。那你倒是多穿点。重新系上捆仙绳后，哥哥的体温恢复得与常人无异，这也让他看起来少了几分距离感。但我到现在都没实感，我有点渴了，哥哥。竟然还是温水。哥哥想的也太周到了。还需要吃点东西吗？不用啦，等回家就能吃到晚饭啦。那我还要给爹娘准备素元丹吗？那是什么？说是吃了可以长出来灵根的丹药。那是失败品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那是当初谢家要挟父亲炼制的。吃死了好几个人，爆体而亡。神色像是哭过了，既然能一起回来，就没事吧？娘娘和哥哥出去玩的开心吗？累，哥哥带我走了好久。你也该多锻炼了，
都是嗜血和花灵太惯着你了，得想法子给闺女在后山安个小型传送阵。不过怎么解释传送阵的来历呢？总不能说这也是大自然的馈赠吧？认识几百年，今天第一次发现谢苍的本质竟然是个拜金男。这拜金男真恶心，桑溪给他花钱就这么亲近人家。你来做什么？你用我和桑瑶赚的灵石买什么了？啊？你这家伙把脑子跟分身一起分走了吗？别岔开话题，说话。没买，出去是说正事。怎么，一个工具人还妄图分工了？哼，你不干有的是人愿意。哥，你说话好伤人啊！我们才是亲兄弟啊！你怎么能为了他指责我？我和妖修没有关系。哼，我和你这个道貌岸然的拜金庄货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们真是一个比一个讨厌，真想把你们全杀了。你知道，只是一个化身，我杀你，父亲是不会阻拦的。哼，谢强。这大概就是闺女常说的反派内讧吧。一整天在各个仙门抢劫奔波劳碌，看到这香软的女儿都是值得的。你的身份暴露了，总不能隐瞒一辈子的。而且，母亲，您的境界卡在化神，已经太久了。您一日不能释怀，就不能突破，更别提那恐怖的心魔。瑶瑶是什么反应呢？我的女儿是什么反应呢？冷静些。瑶瑶既然还在，你就该知道她的态度了。她能接受，只是因为谢苍的身份是家中最拿得出手的吧。一个正道的修士，能接受魔修作为他的母亲吗？不过，把正道都杀了，魔修就也是正道了吧？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与其他孩子不同，但那又怎样？我有力气和手段，能帮家人干活，也能把坏蛋打跑。曾经，小小的我一直为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而骄傲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修士路过了这闭塞的村子。他立刻就看出我是魔，还是天生的魔种。那修士生的鹤发童颜，极其符合村民对修士的想象。他苦口婆心劝导村民，魔种生性残暴，绝不能留，得交给他悉心教导，才能改邪归正。村民立刻同意交出我，爹娘却犹豫说还要考虑一下。关上家门，哥哥姐姐恶言相吊，爹娘执意将我扫地出门。我难以置信，明明之前他们也曾将我视若珍宝，小孩子经不起激。我打定主意要让他们后悔今日的决定。逃跑路上饥寒交迫，我与母皇相似的面容被魔修注意到，我被带回了魔界。母皇有太多孩子，我不过只是一个叛徒所生，过得极为孤单。再没人哼歌哄我入睡，也没人省吃俭用给我买绢花。凭借着一腔恨意，我从尸山血海中焕发新生。我踩着无数尸骸，终于在魔界成功上位。掌权后，我回到村庄，发誓要让养父母一家追悔莫及。可我看到的只有断壁残垣，所有生活痕迹都被抹除。浑浑噩噩过百年，再次遇到那修士，我搜了他的魂，才知当初杀尽全尊人只为逼我现身，却没想到村民和家人里应外合偷偷送走我，大家都是在保护我。我难以接受，久久不能释怀的被抛弃。在这样残忍的真相面前，我宁愿自己是被抛弃的。自那之后，我对凡人生活有了执念，带家人来此暂住，而瑶瑶更像是一个意外的礼物。看着她，总想到幼时的自己。他能接受阿苍，也只是因为他是修士吧？我们是魔，是妖，这样他也能接受吗？我得未雨绸缪了。为了配合爹娘的谎言，我的本体得赶紧换个秘境待着了。以及，
我到底该怎么跟他解释我的妖修身份？天杀的玄狼，要是再见到他，我定要将他扒皮抽筋。若不是他，我现在也是名正言顺的哥哥。要是女儿问起身份，该如何解释呢？毕竟谢家少主的生身父母，怎么可能是普通凡人？像小狗这么粘人。你们一会儿说我是猪仔，一会儿说我是猫猫狗狗，那你们知道我到底是什么吗？是阿娘的宝宝。我是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本无相。没事的，阳瑶，就算你是个弱智，阿娘也会爱你的。不就是身份瞒着我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，搞得这么严肃。自从坦白从宽之后，谢仓彻底不装了，什么天才地宝都往我面前放，我这种老衲都有点虚了。我哥不愧是谢家人，果真是财大气粗。他身体力行的准备把我培养成修真界二世祖，这非常像画本子里出场就嚣张跋扈的世家大小姐。张扬跋扈有什么错？错只错在家世还不够显赫。对了，差点忘了这俩骨子里就是大反派来着。兴许是这段时间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很快就到了我准备冲击筑基期的日子了。杀钟罩后，我莫名做贼心虚，生怕被查到头上。这段时间修炼完就高强度春浪，还真刷到一个帖子，某第一宗是不是少了某亲传弟子了？直接说呗，不就是钟罩吗？听说申请去秘境了。嘻嘻，他死了哦。坏了，钟少的死已经被天绝宗发现了。等等，爆料人的号没了。谢玄商，封号好玩吗？没大没小，怎么不喊表哥？表哥，你现在像是一个犯了罪的变态，还要转回来欣赏一遍犯罪现场。确实挺像的。唉，我母亲让我回家，可我舍不得你啊，表妹。为什么这么突然？那黑心资本家觉得我留在这儿没用，不如回去打黑工。钟家家主找上门来，要为他的老来得子讨公道。太过分了！难道在这个家已经没人权了是吧？我之前给过好处，他们也答应了，结果不知足，还非得找到谢家闹，真是的。正常的剧情应该是这样发展的吗？啊，我以为姑姑喊你回去是挨训的。那你是不是有麻烦？其实这事儿也是我一定会好好折磨他们的。你不会以为我母亲是什么好人吧？这件事算正当防卫，我还给了封口费。这会儿摆着一副长辈的架子跑我母亲面前告状，直接被他扣押了，说等我回来当做见面礼送我。见面礼？意思是送钟家这间阎王的面吗？不愧是姑姑，在谢家简直是摄政王一样的存在啊！但是这样传出去，名声会不会不太好？我名声不好又如何？害怕的也应该是别人啊。哥，你别挡在这儿，我和别人说话呢。好歹在他心里，这家伙只是个别人，处理得干净一点，不要让他们有机会找娇娇麻烦。那是自然，他们不会再有机会说话了。敢威胁到我头上，一群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真想让他看着自己的脸慢慢腐烂。行吧，找了你的麻烦，可就不能来找我了哦。好，行，收一份保护费。哼，那你还挺廉价的，抢小孩子吃的这种事儿你也能干得出来？花小孩子钱的事儿你不是也干了？别这么说我哥。他现在心里指不定多得意，尾巴估计都翘上天了吧？能被妹妹下意识维护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？我知道，家人的身份对他来说就像是免死金牌，我一个赖着不走的狐妖，和哥哥比起来自然无关紧要，所以他维护主义很正常，这很正常，正常吗？难道我这善良的妖修还没他这伪君子可信？明明我也是哥哥，要不是那只该死的玄狼，死狼给我等着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表妹，你准备什么时候筑基？为什么突然问我筑基的事情？我准备留到你筑基结束，这样咱俩可以再打一次，然后我再走。被表妹击败腐蚀的感觉太令人着迷，真想看看天骄能成长到什么地步。等你离开后，袅袅再筑基。
凭什么？村口算命的先生说了，你八字和袅袅犯冲，影响到我家袅袅筑基了怎么办？纯纯的胡话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。原来是八字犯冲啊！再见了，表妹，记得想我。哥，谢家人都是表哥这样的吗？可能都和你大哥差不多吧。那很好啦。气笑了，真的。瑶瑶，吉时已经让先生给你算好了，你一定能成功筑基的。吉时就没必要了吧？要是之后我结丹了，要渡天雷劫，难道还能让老天停下来等一下吉时吗？为什么不能呢？瑶瑶，这世间万物都要为你让道。真被这爹爹的中二病程度狠狠震撼到了。我去把心魔吃了！不长眼的东西，敢欺负我的孩子！其实心魔本就是不长眼的，一个筑基期都还没到的孩子，怎么会有心魔？你看起来很熟练，已经处理过很多次了吗，夫人？对啊，瑶瑶好几天晚上做噩梦，都是心魔在作祟。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，让提出问题的消失就行。你要是再拦我，我让你和心魔一起消失。你就误了这个？把指尖将心魔斩除了，还好设了聚灵阵，提供充沛灵气，今日才能见到此等光景。我不是在筑基吗？怎么在房间里？对了，我好像斩杀心魔筑基成功了。二哥在哪个秘境？我可以和大哥去找他。你二哥就在你面前，谢谢。如假包换，假一赔十。对啊，你二哥在哪个秘境呢？不是吧？你们一群人编的谎，让我一个人圆？休想！谁的损招谁自己解决。阿娘。难怪陈狗说上学被谢昼颜点名就冒冷汗，我现在完全一样的心情。儿他爹，说句话呀，你不会连自己的孩子在哪个秘境都忘了吧？说句话呀，你弟弟在哪儿？好想转头和花兰说一句你在哪儿呢，但是不能。没事的，我可以不去找二哥的。我知道，爹娘是担心我遇到危险，所以不想让我知道秘境在哪。怎么能不去找呢？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个上台面的名分？那个秘境不危险，你二哥在里面肯定会保护你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坏了，我咋解释呢？我猜的，毕竟你大哥脾气就很好，也很爱护你。既然是同父同母所生的兄弟，你二哥肯定也是如此的。而且你二哥与你年纪要更相近些，年轻人之间更有共同话题。这么恶心的话居然是从我嘴里流出来的，真的要呕了。其实我还没想好到时候该怎么和妹妹相认，只会很没听父亲建议，以为妖兽待遇不好，谁知妖修更差。好吧，其实你二哥在京都秘境，原来还是个简单到出名的公开秘境。大哥是少主，他却得去这种秘境，居然还很废物的被困住了。瑶瑶是很喜欢二哥吗？为什么要去救他？因为快过年了呀。家里确实缺一头年猪了。这家伙，我已经懒得搭理他了。现在说二哥的事呢，哥哥你别打岔。这不是要过年了吗？过年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呀，要辞旧迎新，全家团圆。还有三哥，不是在外祖母家住着吗？
我们能把他接回来吗？很想说不能，太危险了。过年有多久没听到过这个词了？以为忘了，但他一说才发现我又有家了，也可以过年了。好，那就麻烦袅袅了，把二哥安全带回家，我们一起过年。天绝宗的人进去了还没出来，说是先前在东极秘境伤他们的妖兽在里面，我们正在等他们出来。东极秘境的妖兽，原以为二哥不在东极是逃过一劫，没想到这妖兽是追着他杀。我们快点进去吧。你就这么担心他？那也是你弟弟。哼，差点忘了。里面的法器、丹药、符箓、阵法都是给你备着的，不要不舍得用。家里多的是，你再不消耗一点，就放不下了。还有你最喜欢的糕点零嘴、水。要是觉得麻烦，就直接吃辟谷丹。换洗的衣裳也带全了，驱虫的药膏记得抹。平时没觉得，现在嘱咐起来才发现，原来养孩子这么麻烦。储物戒里面还有个法宝，可以变一个小型的洞府出来，要是困了或者遇到麻烦就钻进去，别睡在野外。很少见大哥话这么多，有一种自己要做什么大事的错觉。不就去个秘境吗？不过现在我才5岁，他们担心也正常。今天的修真界还是一样的有病呢，颠颠的，很安心。这不是胡闹吗？就让一个小娃娃自己进秘境？对啊，那孩子骨龄都没到6岁，刚引气入体吧？做长辈的也是一点不尽心。我是他哥哥，不是长辈。不是，这都能听见，狗耳朵啊！道友，里面真的不安全，你要么陪着你妹妹一起去，要么就把她带回来吧。揠苗助长不可取啊！我进不去，不过他另一个哥哥也在里面，会照顾好他的。但是妹妹平时很黏我，他不会喜欢她。要是妹妹想我了怎么办？听力竭了，什么叫进不去？难道修为比元婴还高？九尾天狐在里面，谁能保证他安全？别说了。怎么了？你看起来要死了。他手腕上有捆仙绳。他是谢家少主谢玄清。他什么时候在家全职当唠叨老头子了？哎，小妹妹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上次见你还是凡人呢，这么快就引气入体了？感受不到境界，难不成用了隐匿法器？云姐姐，贺道友。怎么只你一人来秘境？你爹呢？我爹爹在家里扫地、拖地、洗碗、喂鸡、喂猪、砍柴、教书。这句话里加了什么？听着好累。你爹真是贤惠，但你一个小孩子也不安全啊。没事的，我把灵虫也带来了，他会保护我的。就这么被妹妹当大旗扯了。你抱着他，说不定还真能在这秘境里横着走。真漂亮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天狐灵宠。你家里还挺有门路的。这是只小白狗，姐姐你看错了。那妖狐实在可恨，自己占据了这秘境的半壁江山，让其余妖术都只能被迫搬迁，修士更是只能挤在一起抱团取暖。其实挺好的，以前大家把道友当魔修护统，如今一致对外，很和谐。宗门之前留在他身上的探测器检测到了他的移动，怕他伤及无辜，宗门就派了弟子来维护秩序。华师兄，这是新进秘境的道友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外面没有其余道友提醒吗？唉，怎么还是进来了？这小孩看着比以前更有灵气，当初决定放走他是对的。小孩来这里做什么？他是来找他哥哥的。花师兄，我带他去别处逛逛，认认人。有点崩溃，只想专心经营唐氏生活，怎么在这儿都能遇到华照啊？放风。唉，你也觉得华师兄很吓人对吧？啊，上一世他每次委屈我就哭着道歉，转头又和应昭一起，这么脆弱的人吓人。宗门里大家都说华师兄和巫师姐最温柔亲善，但不知道怎么的，我每次看到他俩都害怕。你就是羡慕人比你长得好，天赋高，人缘也好，
我这种废物，比我长得好、天赋高、人缘好的海了去了，我就怕他俩好吗？桑瑶，看到了吗？啊，我之前喜欢的，就是他特别有自知之明。但他现在也很有自知之明哎。因为我现在知道了，这个叫没皮没脸。这里一个姓谢的都没有，二哥在哪儿啊？难道真的要等二哥来找我？但二哥知道我长什么样吗？怎么都围在这里啊？气死我了！怎么又是他？真是不幸，还没死呢，贱种！一定会让他知晓，当初没有干脆利落的死，是他此生最后悔之事。干嘛？这么恨他？你磨牙声都吵到我了。你屁股上的缝谁给你砍的？我去给你报仇。应昭师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担心死我们了。他这是出去给受伤的同门寻灵草了。练气期随便出去乱跑，不是给大家增加负担吗？浅薄了，天命之子嘛，传承随便挑，灵草不在话下。应昭师妹，多亏你，我们才能后顾无忧啊。你怎么不去？我觉得小师妹更吓人。这人真的有一些直觉在身上。嗨，不说这些了，可能确实是我胆子小，一惊一乍的。我先去要个结子窝给你。小师妹，这就是大宗门的人情世故呀。师兄，芥子窝的数量不多了，先前出宗门带的份额就是固定的。进了秘境之后，各位师兄师姐又匀了一些，给原本被困在秘境中道友们。如今剩下的还得分给快要痊愈的伤员们。是啊，我们还是伤员呢，比他更需要这个吧？还不是怪他自己，知道危险非要闯进来，说什么找他哥哥，我看就是找借口留下来。对，桑妖，哎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师妹，我们先前清点数量的时候，明明还留出过几个备用的。师姐是在质问我吗？但我也不知道，怎么就正好没了。是我错了，不该误会师妹。这样，这位道友便和我挤一下好了。怎么好委屈了，师姐？正好我与他年龄相仿，我们住一起好啦。善解人意啊，不计前嫌。不用了，我对枕头过敏，搭配上被子就会急性过敏，有次严重到昏迷了10几个小时。那叫睡觉，你清醒一点。小姑娘，别闹脾气了。是啊，不要因为我吵架啦。我刚想起来，我也有呀。咦，好奇怪，说的我都想给自己撒一把糯米了。特妈的，误闯天家，刚刚为小帐篷吵个屁呀！哥，你不是说这是洞府吗？谁家洞府长这样啊？唉，不急，就连地板都是金钱的味道。花令，你现在变不回人形啦？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我只是更喜欢这样。妖修本来就偏爱本体的，妖身有力量，左拳高伤害，右拳伤害高。当然，我知道我人形很好看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变回来哦。我虽然颜控，但也没这么肤浅吧？你怎么能这么臭屁？我是要你变回人形，跟我一起把这里打扫一下。切，不懂得欣赏美的小屁孩。
等一下，人的手长这样吗？我还真的变不回去了呢。你该不会是不想打扫吧？平日碰肚子总会收力抬爪轻挠警告，今天半点脾气都没了。好吧，可能宫天湖1个月也总有这么几天，那你先缓缓吧，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周扒皮。是得先缓缓了，难道要用人人喊打的妖睡形象和妹妹相认吗？命中一劫，这秘境竟然限制了我化人，只能试探妹妹了。要是这次装死不认，赵娘那焦离怕穿张的性子，真做得出找个听话的做成傀儡假装成我，到时候这个家就彻底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。难怪大哥这么轻易就放我和妹妹单独进秘境，这个伪君子应该早就知道这秘境不对劲了吧。又怎么啦，我的大少爷？他性格挺少爷的，像名门世家溺爱出来的小少爷，脆弱时不能容忍我离开半步，不惜牺牲尾巴勾住我。你对我不耐烦了？我只是在安静的跟着你，你就对我不耐烦了？唉，虽然知道是装的，但还是没能抵抗住诱惑。没有不耐烦哦，假的，就是有点担心你，真的。这不是怕你不舒服还走来走去会难受吗？假的，越说越觉得自己像是在哄骗人的渣男。天哪，老实剑修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一定是错觉。真的吗？你不讨厌我？不讨厌，意味着即使我是二哥，他也能接受吗？我有一个朋友。你说的这个朋友是你吗？不是。果然生气了。唉。好吧，好吧，不是你，本来就不是我。是你的朋友，那他怎么啦？我那个朋友他很可怜，外面的人都躲着他，而且他是个妖修。他一直想和亲人相认，但他担心亲人们会介意他妖修的身份。妖修的家人竟然不是妖修吗？可能是抱养的呗。要是你是他家人，你会介意吗？既然是家人，为什么会介意？你朋友会伤害他吗？当然不会，那不就好啦，都是一家人，大家互相包容一下嘛。不过也有可能你朋友的家人不能确定他会不会伤害他们呢？你朋友得让他们觉得安心吧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无非就是回家的时候准备一些礼物，保护他们，然后除掉那些他们讨厌的人。除掉他讨厌的人，这样的话就足够了吗？只要这样，就不会被抛弃，对吗？我不知道你的家人们怎么想哎，但是如果是我的话，这样就已经很好了。无所谓，其他人怎么想不重要，只要你。笑嘻了，一大早出来觅食就看见这群修士义愤填膺。在这么严密的保护下，小师妹和灵兽竟被妖兽掳走了。昨天守夜听员都没察觉，简直当众打脸啊！什么？谁被抓了？嘿嘿，又听了一遍这个好消息。要不是怕显得像弱智，我恨不得扒拉着每个人问一遍。幸灾乐祸的表情收一下，感觉你马上就要流口水了。我这叫悲极而笑，以乐景彻哀情。也不知道师妹被抓走了会不会出事。也不知道师妹被抓走之后，下一个出事的会不会是我？分手后还要被强制绑定的前任太恐怖了。原来昨日是他们专门做的局，想在妖狐接近时困入剑阵，那妖狐就像提前知晓，用幻境将应招引了出去，才有了今日。这情节好像主角掉下悬崖遇到大佬，
费经脉捡到戒指老人，不会过了半天应召就带着契约了的九尾天狐回来了吧？不要啊，入土了！感谢前宗们的栽培。把强迫症大哥的储物戒堆成了杂物问，回去可能又要挨骂了。就说是送给他的礼物好啦。都说了让他小心为上，那天狐诡计多端，定然会从最薄弱处下手。他的好，别人抛钩他就上。又有瓜可以吃了。从未见过他这般，印象里他一直是温柔人夫类型。刚入宗门，技艺全无，什么都不懂。师兄师姐包揽了照看我的担子。小时候捣蛋他不苛责，反耐心安抚。两世第一次见他动怒，是因为关心则乱，太担心应招了。你也清楚，他心性单纯澄澈，被妖兽幻境蒙骗也是身不由己。说到底，他也是受害者。你冷静些。我已经很冷静了。一个人毁了全盘算计，我难道还要夸他？本就是幻境作祟，就算是金丹修士，遇上那妖狐的幻境也难破妄，何况昭昭还是个孩子。先前有人与我说，你护主护的失心疯了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明知扛不住幻境蛊惑，当初何会又哭又闹，执意跟着前来？围剿妖狐乃是大事，为何要所有人分心替他兜底？这也不像关心啊，这都快失心疯了吧？有好戏看了，快点啊！谁在那儿偷窥？滚出来！世界是圆的，就是让所有人都滚的。是你？你没看见我设下的结界吗？是有人提前破了，还是你？发什么神经？我随便逛逛就到这儿了，哪来的结界？我还只是个孩子啊，我能有什么坏心思？是啊，这孩子瞧着年纪与你护的主人相仿。况且，我们方才也并未谈及要紧机密，与其纠结怪罪旁人，不如反思自身。你这段日子修为懈怠，退步未免太大，布下的结界，竟连个小姑娘都拦不住。演得了一时，演不了一世，那他又是什么情况？无论见几次都难掩苦闷，无法说重话。如今甚至连结界都阻挡不了他。抱歉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应昭是拂晓的主人，拂晓素来护主心切，行事难免急躁过头。昨日他没能唤醒主人的神智，正是自责的时候。他总强调拂晓有主人，天绝宗从不称主仆，这群男的心眼多，沉默是金，我必须狠狠攒钱了。我看到熟人了。方才蓦然间竟不知不觉同行许久，他早有不耐，我却不知。我行事向来周全，这竟是我能做出的事。我在思考呢。什么死法才能让你的痛苦最大化？格外想念那个畜生弟弟谢明玄了。他那恶毒脑子总有阴狠伎俩，落他手上求死不能。可惜秘境里无法使用训育，不然定要虚心请教一下。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竟会觉得自己还不够恶毒，一时不知道是谁颠了。难道我真是善良的妖修？真吵啊！我会让你在最痛苦的梦境中沉睡，最后再慢慢杀死你。不是第一次见着人类孩子，但这次憔悴许多。至于你，我妹妹对你很特别，你知道，特别的恨，我也恨。这般浓烈的情绪偏被别人抢走了，
桑鸟对我坏我不喜欢，但他对别人更坏我也不喜欢。这群贱种，说是这样。太恐怖了，这就是元婴大妖吗？你妹妹是那只白天狐吗？他恨的肯定是这头狼。当时在东极秘境那儿，我亲眼看着他们一块儿出来，他身上所有伤全都是玄狼害的。我说的又没错。我和妹妹居然没有兄妹相，这都想不到是谁。为什么每个人都不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呢？你去死吧！应官父的剑气，原来这就是那个天命之子啊！你那三师兄，姓钟的那个，先前是死在秘境里了吧？其实是我杀的哦。为什么要杀他？你这个恶毒的刽子手，你都不会为自己罪孽滔天感到羞愧吗？这恨意比起师兄去世，更像是少了个有用工具人的恨。该死的天命之子！如果不能用他的死让妹妹高兴，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该死，该死！只杀了一只狼，桑千会不会觉得我没用？狩猎，狩猎，我必须狩猎，来得到妹妹的喜欢。天命之子应该能感应到天才地宝吧？我这是身处幻境之中，没有被映照捡走，反被那天另一个孩子捡走了。这是幻境，这都是假的。那个无情刺伤我的人不可能有这耐心。这不是我，我不是这种忘恩负义之人。这是被识破了身份，他竟然被我连累关押在这儿。滚！离他远点！你是想救吧？对。应召是剑尊弟子，华耀师妹，不能放任流落。这些和我没多少关系，我只准备看看二哥是不是也被抓走了。很想教训他一下是怎么回事。心情不好就该吃东西，因为伤心欲嚼。这句话你用来哄过谢苍了。哼，能哄你都不错了，好吧？不过没事啦，等你见到你的家人们，他们也会哄你的。真的吗？你发誓？我发誓有什么用？唉，我对你也是没招了。吃的什么？闻起来好香。是我哥哥给我带的。不过姐姐你不辟谷吗？我这里还有各种口味的辟谷丹，你要吃吗？魔鬼吗？甜味的屎难道就不是屎了吗？这种品质，没点门路买都买不到。哪位大师搞邪修开发的口味？你记住，如果人活着连给食保温的用处都没了，那人生
将没有意义。冷的，应该是谢仓买的，廉价无用的梳子，白的毫无生气，符合谢仓要死不死的模样。他是要我为他梳发，我也不会啊。是给你买的哎，不喜欢吗？你毛发乱了，用梳子的话应该会快一点吧。这个是我在百宝兰买的，那边的小厮说这个还可以保养毛发呢。富婆在百宝兰买东西，不讲不讲。多好看的梳子，颜色和毛色像，格外莹润，费了心思挑选。不太好吧，太贵重了。你这样很像画本子里那种既妖又要的小绿茶。我不听。哎，我真的是被迫的。等一下，我刚刚舔了一口了。什么话？为什么像狗撒尿标记领地？好丢脸。我是小气到连礼物都要收回来的人吗？我知道，我就是没想到我也能有礼物。之前他筑基，全村都收到了他的礼物，可我并没有收到。就连隔壁家那个弱智和那把丑剑都有，我没有。这种小孩讨厌死了。没想到今天会收到礼物。之前我以为是你讨厌我，不想送给我。你看嘛，我得找店家定制，定制不要缠时间嘛。说起来还是花栗尾巴的问题，伟大无需多言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。那还说啥了？这整个秘境送你了呗。队伍氛围不太对劲啊，怎么都这么激动啊？果然还是大宗门底蕴深厚，弟子危难关头沉着冷静。喂，小孩，有纸没？没有纸，倒是有你这个纸张。大家小心，屏住呼吸，稳固心神。定。我现在有一个猜测，要是对了，我就教训你；要是错了，你就被我教训，怎么样？我今天是一定要挨打是吗？你该死！废物东西，契约了个炼气的废物，连带着自己实力被迫下降。师兄，他怀里的那白狐是这天狐的妹妹。拜托你看清性别好吗？把他交出来！你要看着我们都死在这儿吗？难怪那天剑阵没用，原来是有了奸细。这群没认知的又在针对我，好想让花灵大声说出是公的。我们快些带着他们离开，这妖狐不对。上次冬季秘境，他隐藏了实力。若说上次是9成实力，这次便是10成。难道和我们一起离开？我不走，我二哥还在这儿。
在主人和陌生人之间，我不该犹豫。昭昭受伤了，我们得快些回宗门。还有其他弟子，若是再犹豫，他们就离不开幻境了。花饶，你是藏剑锋大师兄，你要顾全大局。这只百狐是他的分身，你挟持他，随我们一道离开。这里没有其他生人的气息。你二哥，我们还不想死啊，师兄！他不愿意，你就随他去吧，我们快走啊！诸位，安静些吧。怎么对抗？这孩子下一瞬就要血溅当场了。叫二哥。啥玩意儿？阿娇，算成前世，我也从未见过这玄狼如此落魄的模样啊！不要看我这么狼狈的样子，初见那一剑如此决绝，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只要让他知道上一世是我的妖丹救了他，别去威胁我。我竟然都没想到，原来还可以这样做。不过现在重点不是他，是我二哥。难不成这真是我二哥？但是二哥怎么可能不是人呢？还是有点太超纲了。难怪爹爹说到了秘境他会主动找我，还以为是在秘境受苦的小可怜，原来在呼风唤雨。果然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因为环境都是被这帮人搞差的。坏了，把妹妹吓到了，是不是刚才表现得太凶了？我可以解释的。二哥，虽然看上去凶，但实际上我很害羞怕生的，一般快速杀了人就走。我没猜对，猜中是分身，没猜到爹妈这么厉害，真能生出毛茸茸，还是说也是养子？你要挨揍了，知道不？随便你，再叫一声。你是？哼。把你的嘴筒子挪开啊！天崩地裂，求盘古观天辟地教成。啊！哇塞，撒娇吗？这次人类文明真的凶多吉少了。幻境，这一定还是幻境。明明是个孤女，难道上次东极秘境，天狐分身就被她捡回去了？她究竟是什么人？她的家人又是什么样的存在？这无所忌惮的天狐，方才竟是收着力的。桑淼就是他的软肋，先前偷偷骂他二哥死也不死干净点，连累妹妹进秘境。只能庆幸这种话还没来得及在桑淼面前说，不然我就要死者为大了。淼妖，这就是你要找的二哥？你家是什么物种大杂烩吗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大了去了！没问题，说有问题的都在搞物种歧视，这事必须上报先锋。面前这些人都实在碍眼极了。我现在心情不错，所以来一场游戏吧。我数3个数，被我抓住的就去死哦。
为什么我忘不掉九尾天狐的那双眼睛？那才是我该拥有的灵宠。可为什么他不喜欢我？昨夜我听从声音呼唤，主动跟天狐离开，却没得到优待，竟然被当作苦力，把整个秘境天材地宝和传承搜刮了个遍。天骄妖兽看不起修士，我能接受，可为什么他是桑涅的二哥？别难过，等回宗，我会为你另选一只灵宠。再好的灵宠，能有那九尾天狐好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不用了，粉小，我现在有点害怕妖兽了。师妹刚受了惊吓，好好休息就好。3、2、1，我来喽！他没准备杀我们。你笨，你没发现之前帮过鸟咬的，给他说过话的，甚至一直默默无声的他都没有杀吗？他只杀刚才试图把桑瑶推出去的人，只因为桑瑶。好神奇的一家人，也不知道他们爹娘是何方神圣。阿昭，我有话要与你说。真恶心，原来他还活着呢。有什么话直接说就是了。你还真的认识他？接下来的回答至关重要。不认识。他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直接说不行，你不会想他听见的。到了现在，基本能确定他恢复记忆了。拜托了，是件很重要的事。花灵 ，Hello， 没大没小，二哥，真的好烦啊你！阿鸟，阿鸟，天狐凭什么？如果是他，绝不会像应召那样抛下我。你重生了，对吗？上一世是我救了你，你才能重生的。继续。是往生莲，上一世我在这天狐手下抢到了往生莲，他的力量在我妖丹中不断被淬炼。你死之后，我把你带回妖界，把我自己的妖丹喂给了你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样，你才能重生。哎呀，我错了，我知错了，对不起。就当做见做一笔勾销，我们重新来过好吗？你曾跟我说过你梦想中的生活，我们一起，好不好？往生莲或许确实有这样的功效，但觉明，你不可能把妖丹给我。为什么？你太自私。我的死可能会激起你的愧疚，但不多。你不可能为了一个没有价值的死人牺牲自己。说吧，是谁挖了你的妖丹？还有什么一笔勾销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上一世我救了你一命，你欠我1次；你咬伤了我，间接导致我的死，欠我2次。就算妖丹真的帮我重生，又何谈一笔勾销？我们为何会走到今日的地步？记忆中他纯挚，畅想化神期有自己山头，让小狼自由奔跑，是我亲手毁掉了他。而现在他的未来没有我，我确实自私。上一世如果妖王不突然挖丹，我会让他只活在记忆中。但阿鸟，至少现在不是。清洗我的罪过，让一切结束吧。阿鸟，你生的像极了妖王。纯净的冰蓝色，曾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从小困在宗门，只有修炼，没见过海的模样。这颜色意味着自由。现在你也自由了。他哭了。
眼睛肿肿的，妹妹变得丑丑的，不是说要揍我吗？来吧。但是二哥，我不想揍你了。那你还要做什么？抱一下。没想到自己还能有这待遇。感觉灵魂都到了净化。既然二哥是狐妖，当初大哥为什么要天天到天狐精不是好东西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谁？如果你在想的是别人的话，我明天可以带着他的头来见你哦。是我听错了吗？并没有呢。只有一个头的话，还有活着的风险吗？有去死的义务。行吧，这是不知道怎么已经发狂了。其实我只是奇怪你是狐妖，为什么大哥还这么讨厌狐狸？好啊，最毒男人心啊，亏我还这么敬重他。哼，还没出现就铺垫不良观念，他肯定知道谁讨女孩子喜欢，慌了吧？别听他的，话本子都是假的。大哥就是年纪大了，心里阴暗，见不得比他年轻又生得好看的。二哥你不懂，大哥正是闯的年纪，男人可以是600岁，可以是6000岁，但绝对不能是60岁。妹妹为了老东西反驳我的画面实在太悲怆，跳过话题。我们聊点正常人吧，小妖。大哥已经是家里最正常的了，好歹是个修仙的，其他几个看起来像是修杀道的。快问关于我的事啊。二哥，那你可以和我说说三哥是什么人吗？生活索然无味，魔修冒充人类。你三哥啊，虽然他嘴很毒，但是他性格也很恶劣。感觉自己被一群章鱼包围了。虽然但是，居然是这么用的吗？你为了大哥说我就算了，现在为了几个字都要说我。听他絮叨三哥脾气坏，敌视修士，闹外祖母家。听困了，总觉得多少是沾了点私人恩怨了。那三哥还挺调皮的。调皮吗？不过，如果你有一天见到你三哥，一定不要在他面前穿红色的衣裳，视频也不行，他晕血。啊，这是什么奇怪的雷点？所以你要离他远一点。他现在敢晕血，明天就敢晕字。你要和文盲在一起玩吗？你以为你就很有文化吗？可恶，这怎么能一样？我是他哥哥哎，另一个拟人的哥哥还没找上门就不算，有爹娘在，他不一定遇上。二哥这是把整个秘境都搬空了吗？多亏了那个叫应招的，走哪儿机缘就掉在哪儿，不然有些藏在犄角旮旯里的，我还真没发现。不愧是反派，居然能把主角当寻宝仪用。你认识他吗？认识，是之前大哥带我去天绝宗蹭饭的时候遇到的，我们之间起了一点小矛盾。去天绝宗蹭饭？天哪，大哥这么抠门吗？居然还能闹矛盾，是大哥太没用了，还是不怎么上心啊？你可要当心些，这种男人最精了。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其实这些都是准备送给你的。天哪，6月飞雪，原来刚刚是冤案啊！有了滤镜，现在就连他这贪财的模样我都觉得可爱极了。二哥，你真是大善人！就因为送了你东西？因为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谢谢二哥，我都很喜欢。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小玩意儿道谢，
他们加起来可能都还没有你头上的簪子名贵。想给妹妹最好的，但没有龙族的囤积品，肉身强悍也不靠外力，所以只能在这里因地制宜搜刮一些送给妹妹。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不管价值怎么样，是二哥的心意，我就很高兴。好喜欢，好喜欢妹妹。既然找到你了，我们就先出秘境吧，不然待会儿天绝宗的人可能又来了，爹娘也会担心我们的。修真界打了小的来大的，打了大了来老的，没完没了。不着急，他们不会记得，只会觉得刚刚一切都是幻境。我有点困了，陪我睡一会儿吗？进秘境后一直焦虑身份，怕妹妹偷偷跑走，才这么疲惫。满身疲惫，正想着晚上去哪里喝酒。表哥，我说谢明镜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就是你在魔界学的打招呼的方式吗？魔界，在魔界，没人配让我打招呼。这表弟像一缕从幽冥地府溜出来的执念深重的鬼。你大半夜的跑来谢家做什么？你不是去找你家人了吗？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告诉我吧，表哥，求你了。偏不。被舅舅舅母知道我泄露，能直接灰飞烟灭了。可恶的是，我打不过这个妖孽。他一身魔功，鬼鬼狠辣，同为元婴，我自认单打独斗绝不是对手。我刚从地牢出来，身上都是血。我只是想见妹妹，哥哥见妹妹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你太危险了，舅舅和舅芒有脑子就知道，不可能让你这个天天说要毁掉修真界的魔眸接近他呀！不敢说，那夫妻俩想选个正常三哥取代这个微品。那你就去死吧！看来要把他左胸口那跳动了几百年的瘤子取出来了。不知有没有人在找我？得让花良出去瞬间变人，免得惹散修注意。让我维持本体不好吗？我会让他们闭嘴的。你以为我在担心自己吗？我是在担心他们。好在出去的过程顺利，散修有处事准则，提前疏散了。哄了许久，他才别扭答应让花灵一起御剑回家。装货，这把剑很有灵性。普通的灵剑是听不懂人话的哦。这把剑是不是有剑灵啊？不会吧，我从来没看见过啊。没看见过不代表没有哎，受着。看你这烟杂玩意儿准备藏到什么时候？说不定是他躲着你呢。好啦，二哥，你多虑了。我们家是学是老实孩子，我们赶紧上剑回家。怎么了，二哥？没怎么，好像是第一次用人形模样离妹妹这么近，新奇的视角让人心口发痒，像一只幼崽，心中忽生奇特的怜爱，口欲气作祟，想叼着幼崽一样把它随身携带。不该被妖兽习性影响，但圈在怀里守护珍宝的感觉太迷人，以至于到了现在，落差有些大。但我该说什么呢？妹妹，我想要什么呢？妹妹在抱我，原来拥抱是这样的感觉。笨蛋，小少爷，想要抱抱是一件很难说出口的事嘛。
那我可以每天都抱一下吗？好羞耻，什么语气啊？原来只是我少见多怪了，家人本该这样。大哥，你不欢迎一下我吗？你也要抱？发现阿娘今天紧张的有些过分了，想问什么又不知道从何问起的感觉。阿娘，我带着二哥回来啦。如果二哥不是槐树精、鸡和猪，那应该就是花灵了。天哪，难道花灵真是个天才，用同一张脸让瑶瑶认二哥？啊，找到了，好啊，找到了，好啊。瑶瑶知道了吗？发现二哥是妖修，再傻白甜也能发现对劲吧？阿娘，我饿啦。事已至此，先吃饭。他不准备刨根问底追问，就像我们从不过问他5岁识字修炼，这是家人的默契。晚饭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们了。大哥，天色晚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辛苦一点照顾妹妹。是你照顾她，还是让她陪你玩？如何呢？妹妹和我年纪差不多，我们就是玩得来啊。很少见脸皮这么厚的人，自我认知清晰到离谱。不要打扰妹妹睡觉，要是长不高了，以后天天仰着头看人都要得颈椎病。往常睡前她会念心法，我喜欢这时万籁俱寂，只有我们的错觉。早受够那俩兄弟了，每天偷摸上眼药，以为我听不出，张口就拉，跟我争宠。你们有资格天天和小主贴贴吗？但今日等了许久，小主怎么没念心法啊？师姐，我现在好幸福。好吧，如果他幸福的话，我也能忍受那2坨的。所以今晚就奖励自己偷懒一下吧。想找大哥打听三哥，唯独我们家对少个人完全不在乎，没见过面，听二哥说像混世魔丸，很难产生亲情。每次刚想到三哥，思路就被这俩打断。这个家太拥挤了，偶尔还有小孩来串门，很烦。要是再多一个谢明基，那日子还过不过了。邪不胜正啊！唉，总忘自己是邪修，碰不得这灵气加持的东西。是什么事？姑姑让我们今年回谢家过年，演都不演了。修真界哪有过年这东西？高阶修士闭关就是数10年，记忆里唯一一次过年，是祖父身体不适，心情郁结，训斥了穿红带绿的小辈。姑姑孝心大发，下令贴福字，穿红衣冲洗。当晚老爷子吐血，可惜没死，他想接鸟咬了。你三哥在谢家等我们哦。瑶瑶想去那边过年吗？谢家不愧是大家族，这么快就选好替代品了。那阿娘和爹爹也会一起去吗？自然。我人设不是被家族驱逐断绝关系的妻子吗？这么大张旗鼓回去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？爹爹和家族修复关系了呀？那我在信上说了，给鸟瑶找到了合适的哥哥，好歹是给人骗来了。谢家哪来正常人？这选择一举3得，我真是天才。瑶瑶也是你能叫的。是啊，我不仅能叫，我还能真给你找个替身。哎，气不气？你被当狗使唤还能自娱自乐，我又气什么？这句话他真没情绪波动，对替身没反应，倒是对瑶瑶2个字反应这么激烈。我就说，福光，你不像是会对一个没见过面的孩子产生兴趣的性子。所以，你认识的那个瑶瑶是谁？如果没记错，谢明基的性格是从15岁那年开始改变的。坏端端的一个魔修，忽然打扮成了正道剑修的模样，
给他亲爱的舅舅母舅母高兴的以为孩子被夺舍成正常人了。坏消息，没被夺舍。更坏的消息，本就不正常的孩子更加雪上加霜，不仅像魔还像鬼，凑在一起一整个魔鬼了。他那一身的怪癖，似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梦见了什么，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还轮不到你来管我。为何轮回的噩梦中总出现袅袅二字？袅袅，这真是我吗？为什么会如此悲伤？一开始甚至分不清，这究竟是哪一个字？自从那梦境降临后，终日都往往无所去，余留一具行尸走肉。浮光，你有妹妹了，她叫桑鸟。那一瞬间，梦中的空白被填补，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妹妹也产生了好奇。她会是自己梦中要找的人吗？但又觉不是，仿佛她不该叫桑苗。那应该是什么？他们何时到？浮光想两个哥哥了，对，我可想死他们了。真无趣，哪怕你气恼也行，偏偏总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。按照你母亲那性子，没个10天半半院是到不了的。你在谢家待安分些，不要被人认出身份来，杀人灭口很麻烦的。好呢。还有你祖父一直最讨厌你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一定要多去老人家面前晃晃。无聊了可以玩玩你表哥。我吗？还有妖界也派人来了，悬赏你记得去迎接一下。又我？好无语，好无力，好无助。原来我就是个三无产品。哎，妖界怎么也会派人来呢？他们不是素来不掺和修真界之事吗？妖王苏醒了。靠山回来了，怪不得他们开始到处走动拽起来了。你竟然反应这么快。因为我平时就是这么干的。爹爹，阿娘已经理了3天3夜了，她不累吗？你阿娘在魔界厮杀了3年，这点事对她算什么？我去劝劝。你要是敢弄乱我理好的顺序，你就完蛋了。夫人，瑶瑶困得不行了，想要你抱着。我收拾好了，走吧。做这玩意儿怎么有种背叛阶级忘本的感觉啊？这也太招摇了，咱们还是去做公共的吧。可以，我让管事把公共灵轮清场，这样就只剩下我们一家了。这样确实低调很多。可能这就是天龙人吧。天娘了，上辈子都是御剑飞行，不知道做大型法宝会晕船。这个好吃。都晕船成这样了还贪吃？好吃就当零嘴嗑，这个比糖健康些。哦，养魂丹，养魂丹，1万上品灵石1颗，晕船缓解了，现在开始晕钱了。为何要分4个院子？我们是一家人。还能为什么？怕你们一家聚众斗拆家呗。以前少主一家回来，不是拆就是分院子，现在倒是又相亲和爱起来了。这是大小姐吩咐的。无聊想来找找阿娘和爹爹，但我怎么迷路了？怎么有点眼熟啊？一种莫名的危险感在心中涌动。你叫什么？明七，你上辈子居然没骗我，你真在谢家当过下人啊！上一世加上今生分别不到1年，但实际均横亘了近100年，他怎么变得如此沉寂？眼神像深渊，还带着鬼气。这还是我认识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明奇吗？他曾说在谢家做过大扫除，原来竟是真的。前世觉得他危险，这一世为何会感到心疼？明明想好遇到他要好好装一波的，怎么看着像被命运遗弃的无根之人，好苦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班味吗？做牛马做的。你叫什么？上一世初见，他好像也是这么问过。
你可以叫我夭夭。这稚嫩的声音与梦中重叠，真的是他！夭夭，感觉像是在带一个大孩子。以前想过杀了梦中人，孑然一身也无所谓，但现在，我只想紧紧地抓住他，我想用血肉驻足他，让他永远无法离开。可这世上有人与他血脉相连，偏偏不是我。我好喜欢你，你可以做我妹妹吗？想让你给我当小弟，你却想做我哥哥。不过这疯样倒让我感到熟悉，顺眼多了。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你还这么小，是你爹娘带你来的吗？他们不会有异议的，不要拒绝我，好吗？拜托了。其实我这次跟我爹妈来，就是来见我哥哥的。我已经有很多哥哥了，而且亲人也不是能随便乱认的。你爹娘要是知道，也会不高兴的。被连续拒绝2次，还有好几个哥哥，我应该是要生气的。但听到他语调里的怨念，我怒火竟完全不见踪迹。恨啊，恨他那些不知哪来的哥哥怎么非要存在呢？你跟我说话是不是在拿我当替代品？是连幼儿园都没有毕业吗？你再闹我就走了。走？他能走去哪儿？但这句竟带着威慑感，仿佛他真的离开过一样。他不顾人死活的脾气竟妥协了，真不习惯。虽然做不了兄妹，但我们可以做朋友啊！我对朋友很好的。朋友和哥哥谁更亲密呢？真恨不得他那些老狮子哥哥们都赶紧去死啊！好啊，那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。没想到他牛马时候这么好说话，要是愿意他当弟弟也勉强接受哈。好巧，我也是来见我妹妹的。没听他说过还有个妹妹啊？上一世他说起过身世，游手好闲的爹，偶尔精神焕发，大部分时候精神病发的娘，冷漠的大哥，没有边界感的二哥，好破碎。我就吃小可怜这一套，每次听他吐露原生家庭，都会心疼的分他半颗辟谷丹。他每次都会很嫌弃，说我是个穷鬼，让我自己吃了争取不做饿死鬼，嘴很刻薄，堪比管制刀具。是阿娘。那个，你知道听雪院怎么走吗？你去那儿做什么？我爹娘住在那儿。那我之后该怎么找到你呢，我的朋友？其实更想问你明天在哪儿打工发财啊？随时为您待命。行吧，这样擅离之格真的不会被辞退吗？算了，没事，出了事找我罩着你。我现在可是关系户。听雪院，姑姑似乎是把这院子空出来，招待一些意外来的贵客的。能住进这院子，这孩子爹娘还算有点权势，要从他家人手里把他带走，不是一简单的事。但那又如何？若是我真想要，谁又能阻拦我？该给未来的妹妹怎样的生活环境呢？魔界当然是不能去的，太过阴暗，蠢货又多，不利于小孩健康成长。妖界也算了，不仅有蠢货，还是毛茸茸的蠢货，哼，会让小孩玩物丧志。修真界也不行，带着药脱离3界之外，不行，还是先给爹妈一个预警吧。既然他们都能捡孩子，没道理我捡不得。想商量，删掉。可是圆圆还没答应，删掉。我刚生了个妹妹。这些和待处理的废品没区别，以他的眼光肯定看不上，不过是走个流程给明君那小伙争取时间。阿苍的头发是不是遗传的你的魔角啊？不知道呢。要不告诉瑶瑶我们记错了，其实他有个姐姐不是哥哥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来给瑶瑶当姐姐吧。你训育亮了。我刚生了个妹妹。中一下，请支付我看这段文字的费用。你是疯了吗？我捡孩子行，但我的孩子这么做，只会遭受全权的爱意。我会好好揍你的。只盼望谢明君稍微正常一点，别把我供出去。这不是重点，娘亲，你不喜欢我的孩子吗？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为了这种事，甚至娘亲都能喊出来了吗？他爹妈知道这孩子是你生的吗？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不需要知道。唉，看来这几个孩子是白找了。他们不会把我是魔族的事说出去吗？嚼舌根和失去舌根是很好做的选择题。好厉害，把小辈们都教得乖乖的。没有的事，弟妹，你把你的孩子们也教养得很好。亏心话说多了，这么亏心的还是第一次，像吞了1000根针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觉得他们很好？嗯。那我把3个教养得很好的儿子都送给你了，无偿的，我有偿也行。倒也不必。刚刚确实是客套话，但我一直觉得你已经尽力了。天杀的，那种全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的感觉又来了。阿娘还没回来吗？你三哥出了点事，他现在正在处理呢。处理？是处理问题，还是处理三哥啊？爹爹和表哥刚刚在聊什么呢？再聊聊年夜线的安排，顺便聊聊祖父的事。祖父这个词汇是陌生的，他们很少提过。祖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还不是死人，快死的人。行吧，这俩不愧是叔侄，孝心这块主打一个稳定发挥。怎么突然下雨了？可能是你们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吧。娘娘，你可真是太会说话了。年夜席定在1周后。这么快？那我是不是要提前认一下人，免得到时候叫错人失了礼数？上一世在天绝宗，师尊都会提前给我预检背名讳样貌，没有背景的弟子稍有失礼就会招来麻烦。我每次都会乖乖背完，我很怕被人当作麻烦。为啥啊？叫错，我一般管这个叫赐名。逐字逐句学习天龙人发芽咒。平时家里那些个长老天天逮着我说，谢苍一回来好嘛，对着他一个个的跟鹌鹑似的，屁都不敢放。哥哥在家里这么有地位吗？你平时没感受到吗？他们当然怕他，毕竟你大哥当时是真的屠尽了半个谢家的。表哥，你嗓子哑了，嚼点冰润润嗓子吧。你不怕？当时可是给大大的老子吓得做了1月噩梦，至今见他我都不敢放肆。为什么要怕？大哥真的是这个家里最善良的一个了吧？他有一点负担，无故背因果等同自毁前程，他肯定是理由的。不过就算没有理由也无所谓，除了家人少有人对我好，我只能回报绝对的偏爱。哇，咋这样？舅舅，你早知道杨淼会是这反应吧？怪不得没阻止我。哇，污蔑一个老实人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想当缩头乌龟，龟壳也会被命运抽活转起来的。哦，来逃难的。发生什么事让你2世祖神力失效了？都怪妖界，这次莫名其妙也派人来了，还是2只臭屁鸟，对院子的要求高到过分了，又要控制温度湿度，还说要充足阳光让羽毛保持光彩，被褥还要最好的雪蚕丝，还蚕丝，没让他们惨死就不错了。所以你真失账了？并没有，他们修为比我高啊。这年头3界关系不友善，做使者自身本领够硬啊。所以我只能友善建议，既然原型是鸟，干脆上树杈子睡觉。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个鸟窝，好想有人能治治他们啊！谁能治他们我不知道，我已经告诉你母亲你的踪迹了，她马上来治你了。再见。不知谁惹了他，下场一定很惨，我都快没食欲了。说起来，我今天有交到新朋友哦。哇，我们瑶眼真的很厉害呢，这么快就能交到朋友。在阿娘眼里，我能独立吃饭都是值得夸奖的事。是女孩子吗？多大年纪？
瑶瑶以后可以邀请他来这里玩哦。若对方处境不好，来这一趟就没人敢得罪了。是男的，年纪应该有个几百岁了吧？男的，几百岁？都几百岁了，怎么还没死？身上都有老人味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你在外面结交了一个忘年交？倒也不至于吧，修真界几千岁都一大把，几百岁真的还是风华正茂吧？他叫什么？什么身份？他想什么时候去死呢？